你特喵的，我信了你的邪！我老弟大罗山神仙高徒出身，你特喵哪冒出的来的臭酸烂泥巴，敢说我老弟骗子？这位姐姐，你怀孕了？呀！你胡说什么？原来是个骗子，跟老娘玩这一套。火车站骗子果然多，这年头骗子都玩玄学了。我没怀孕，你要是再胡说，我可要报警了。而这时候，人群中走出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。这位小姐的气色虽差，但只是内气不顺。要是你给说成什么大凶之相，简直就是滑稽。我听说过这个林医生，听说是峰山医院最好的医生，好些大官都请他看病的。我不是骗子，看卦看的是缘分，我和这位美女缘分已尽，那我就告辞了，好自为之吧。慢着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骗子，那我给你一个机会证明自己，你给我算算相怎么样？你也好，不过挂金就算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这行有规矩的，将死之人的挂金不收，大祸临头的不收，再无好运的不收。都让开，让开！老弟啊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师傅说你一准儿来鱼藤了，你放心，到了老哥我的地盘，我保你彩旗飘飘。一会儿咱们水晶宫大宝剑走起。杨希皮的，姓黄的，你个老瘪三，怎么哪都有你？黄瘪三得到我师傅老瞎子指点，发了家，年年都去大罗山孝敬，次拍着胸口保证瞒着老瞎子偷偷带我下山打宝剑。结果这老瘪三次失约，所以直接被我拉黑了。黄总，你谁啊？我是林医生。不认识。林默顿时有些尴尬，不过黄瘪三毕竟是云腾市富豪榜前3的常客，他也不敢有任何不满。黄总，这小子是个骗子，冒充算命的在这行骗，您可别再上他的当，我刚才已经拆穿他了。他一听林默的话，当时一巴掌就呼了过去。你特喵的，我信了你的邪！我老弟大罗山神仙高徒出身，你特喵哪冒出的来的臭酸烂泥巴，敢说我老弟骗子？滚！收拾铺盖滚蛋！别让我在云腾看到你！这厮不管那被打懵了的林默，嬉皮笑脸的走向我。老弟，老哥我有错，千错万错，可你也得给老哥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不是？老瘪三，你给我走开！我信你一句话，小爷我名字倒过来写。看着被骂成孙子的黄瘪三，少妇懵了。难道他不是骗子？而被打懵了的林默更懵了，他想起了刚才秦明说的话：我这辈子再无好运，那牢狱之灾呢？林默刚想到这里，几个警察却是走了进来。林默，有数人指证你涉嫌叉叉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时少妇急忙上前：小弟，不，大师，你刚才说我想解难，简单，挂金。少妇这时哪里还敢有怀疑，急忙在兜里掏出了一叠钞票，少说也有小5000。老实把孩子生下来，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有他的福气加身，你今后必然无灾难。话到此，听不听你自己的事了。黄瘪三是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把我请到了他的劳斯莱斯上。老瘪三，丑话说前面，你的事我一概不管。你骗了我这么多次，我抽你都是轻的。老弟啊，不是老哥我不守信哦，实在是老神仙嘱托过我说你导气术还未突破，不能失了童子身，不然必有大祸。这你都知道？导气术是天象一门的瑰宝，修炼大成之后，可测天地运势，至圆满，可逆天改运。我哪知道是老神仙前些年曾经说过，你导气术一旦突破，必然是出山之计。黄瘪三，别把理由说的这么清新脱俗，前面拐弯停车。老弟，这云腾是你无亲无故的，你自己去哪？老哥我给你安排地方住，房子都准备好了。黄瘪三，你的糖衣炮弹，小爷我不稀罕，我之前就租好了房子，合租的是2个美女，以我的本事，左拥右抱，那只是时间问题。不愧是大罗山一杆枪，这般深谋远虑，老哥我佩服。得，老哥我预祝你早日策马奔腾。今天睡地板，明天当老鸨。第一次启程，跟美女合租就遇到死人的事情。死过人的房子，房租还这么贵，不合适吧？小伙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乱说话，我房子租不出去，你可是要赔偿的，没20万你别想走。我站起来，走到了白小轩身后。这房子里的确死过人，而且不止1个，是3个。我脚下位置就发现过一具尸体。小子，你在胡说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出去打听打听我陈父，一刀子捅死你就是眨眼间的事。捅不捅死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你要大祸临头了。黑云压山根，这是典型的亡命之灾。陈父恼怒了，恨不得将我按在地上一顿猛捶，但是下一秒，我的话让他如坠冰窖。3个女人自杀，想来这件事和你也有关系吧？小子，你别乱说。导气术运转，这房间内一切都是变得十分清晰。3道黑气，陈父的额头上有黑云笼罩，典型的亡命之灾。想必陈父额头的黑云和大厅内的3道黑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收了导气术，陈父，你虽然名中带父字，但是你注定就是贫困之命。你2年前发了一笔死人财，你没这个命，
却敢拿这些钱，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知道这些钱你要拿什么来销售吗？你的命！不直接跪在了地上，惊讶失措地说道：“大师，你救救我！我给你钱，你要救救我呀！”钱就算了，你的钱我可收不起。说吧，把当初的事说出来，不然的话你可真要死了。这间房子起初是租给了3个女孩，可一个外地来的富商盯上了她们3个，给3个女生下了药，将人给糟蹋了。其中1名女生发现自己怀孕后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性命，而另外2个女生见好朋友死去，再也坚持不住，同样选择了自杀。因为我对3个女孩心怀不轨，在大厅里装了摄像头，正好拍下了富商的禽兽行径，就跑去找富商，坑了他一笔钱。白小璇听了陈父的叙述后，陈父，你真恶心！混蛋，你是不是还在这里装摄像头了？我没敢啊，如果被你们发现了，那警察一定会查到2年前的事。这件事还没结束，继续说下去。也就是1个月前，我开始接连走霉运，债主要我还钱，不然砍死我。走在马路上，差点被车撞死，喝水都能噎着。就在刚才我到楼底下的时候，11楼掉下来的花盆都差点砸死我。大师，我只是昧了一些钱，但我没害人啊！大师救我，救救我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3个女人死后，屋内的阴煞凝而不散，你又拿了那笔死人财，因果加剧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看你面相，也就1个月好活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大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。你现在只有一条活路。白小璇顿时不悦。你救他干嘛？这种人让他死了算了。他是个重要人证，死了会有很多麻烦的。陈父，你现在的活路就是去自首。你的罪在法律上还不致死，就是在监狱里待几年，牢狱之灾破了你亡命之灾，如何？现在我让他去自首，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看他犹豫不决，我嗤笑了一声。我劝你还是尽快的吧，那3个女生的亡魂正看着你呢，你死了都不安宁了。陈父一听此话，哪还敢再磨蹭，急忙道：“我去，我这就去自首。房子你们想住多久都行，住得越久越好。”说完后，他就一溜烟的跑了。晚间新闻里报道了2年前3个女生自杀一事，播报了真正犯罪嫌疑人被捕的消息。恶有恶报，这种人渣早就该被抓起来。突然啪的一声响，整个屋子瞬间陷入了黑暗之中。短暂的沉默后，白小璇害怕的尖叫，直接抱紧了坐在旁边的我。感受着暖意入怀，我顿觉一颗心都要飞起来了。不怕不怕，有哥在呢。是不是他们3个刚才也在看电视？这时电力恢复，灯又重新亮起。哎，混蛋臭流氓！白小璇，你自个往我怀里钻的，现在打我是几个意思？我不跟你计较，太晚了，睡觉。回到卧室的我并没有休息，而是进入了打坐状态。运转导气术时，感觉气息流畅，神清气爽。毕竟解决了3个被害姑娘的冤情，自然是念头通达，修炼事半功倍。这个混蛋也不是太混蛋，他怀里的确好舒服。哎呀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臭不要脸！村头，过来帮我拍赞告。混火旺，西瓜酱，甜甜蜜蜜好清凉，真热闹啊！行，我就在这摆摊了。小伙子，这相术可是博大精深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知道其中门道？我看你骨骼精气，老道我也想收个衣钵传人，你拜我为师，怎么样？他是单纯的想讽刺一下我，顺便忽悠点拜师费。我看你一把年纪了，相术着实不怎么样，不如你拜我为师，我教你如何？庶子，骗子！谁是姓李的道士？老道一眼就瞧出这有大生意上门了。这附近就我一个姓李的道士，2位找的是我吧？听人说你本事不错，收拾收拾。我们董事长有些事想请教你。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。去也行，不过得收上门费。我家小姐找你是你的荣幸，你别不识好歹。多少钱？2000。大小姐也不含糊，直接掏出了2000块钱，拍在了我桌子上。那咱麻溜的吧。车子很快就到了一座占据了大半个山头的别墅庄园。九龙盘山，好大的手笔，有点意思了。李道长，这次冒昧请您前来，还请见谅。我近期噩梦缠身，还需李道长解厄。李老道局促不已，忙施道：“没，这次能来是我的莫大荣幸，白董事长千万别客气。”白先生，不知道从哪请来的这个李道长？杨大师也认识这李道长。前2天赵宇说是他一个朋友推荐的，有些许本事，故所以才请他来看一看。那赵宇先生怕是上当了。怎么说？白先生身份尊贵，不知其中缘由也正常。这李老道是芙蓉园一个人尽皆知的骗子，前不久骗了一位妇女，被我识破了。没想到今天还敢来白先生这里行骗。董事长，我也不知情，好了。赵宇低下头，那阴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李老道，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。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滚！来人！
把这个骗子给我打出去！门外的保镖就是冲进来2个，李老道吓得菊花脸不保，忙是道：饶命，白先生饶命！我只是混口饭吃，断然不敢欺骗白先生啊！把他打出去，把这个小骗子也给我打出去，把他身上骗走的钱给我拿回来，以后不要让董事长在云腾市看到他们。乱！白小姐花钱把我请来，就是想让我来挨揍的吗？白兰面色冷淡，我以为他也有些许本事，没想到也只是个骗子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怎么就是骗子了？在下大罗山天象一门传人，至于我的本事吗？天地人3项在下均有精通，简单来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我的话多少有些狂妄了。白浩在听完后就大失所望，本觉得我或许真有些许本事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骗子罢了。那杨大师更是冷笑连连。我杨某人行走大江南北10多年来，从没听过什么大罗山天象门，小骗子名号倒是吹得响亮。哼，莫不是以为在场的都是傻子吗？那是你孤陋寡闻。小骗子好大的胆子！好了，赵宇，把他们2个送出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我们董事长的话听到了吗？滚！立刻滚出去！滚出云腾市，否则我下次必然打断你们的腿。云腾市又不是你家开的，你让我走我就走。小子，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让你滚出云腾市，你就老老实实的滚，把我们家小姐给你的钱拿出来。你当真要拿回去？我将那2000块钱拿了出来，放在一旁桌子上。既然如此，缘分已尽，在下就告辞了。那白浩只是微微皱眉，不过也没理会什么，而是看向杨端明。杨大师，我这里的事情，白先生放心，我观白先生气色平和，并非有什么大凶之相，只不过是操劳过度罢了。我这里有一枚雪莲炼制的药丸，等白先生服下，不出几日便可。老骗子，走了，还等着被人打出去？早知道就不来了。现在好了，什么好处没捞到，还得被赶出云腾市，这以后日子可就真没法混了。老骗子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这白浩已经被酒鬼索命，加上那杨大师的催命符，7日之后必死无疑。没了白浩撑腰，赵宇命宫坠落，今后混得连狗都不如，杨端明必然短命。你还怕他们不成？赵宇此时勃然大怒，飞似摆摊，居然被人当成骗子，还要打断我的腿。骗子，走了，还等着被人打出去？早知道就不来了。现在好了，什么好处没捞到，还得被赶出云腾市，这以后日子可就真没法混了。老骗子，你也不用担心，这白浩已经被酒鬼索命，加上那杨大师的催命符，7日之后必死无疑。没了白浩撑腰，赵宇命宫坠落，今后混得连狗都不如，杨端明必然短命。你还怕他们不成？赵宇此时勃然大怒，混账东西，你说什么？骗子嘴上不干净，张嘴！那白浩此时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住手！小先生，请留步。先前白某多有不敬，还请小先生不要介意。白董事长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小先生，刚才的话可否为白某解答？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他会害死你。杨端明顿时面红耳赤，害死白浩，那自己也别想活着。他起身怒道：小骗子，你敢说我害死白先生？你当真以为我不会和你计较不成？白先生近期噩梦连连，明显是被九龙盘山局反噬，阴邪入体，想必梦中也是酒鬼缠身。你用天山雪莲加点乱七八糟的炼制药丸，虽然有静心养神的功效，可其药性强烈，若是常人服用许是不错，但白先生明明气血两亏，虚不受补，你的药丸不是催命符又是什么？小子胡扯！你这骗子倒是口舌伶俐，但是我的药丸可是100年雪莲炼制，也就忽悠忽悠这几个不懂行情的，还100年雪莲，有个10年我就服你，加了点迷迭香的花粉，就当我闻不出来。那杨端明脸色骤然变色，白浩见此也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，而杨端明也有些慌乱，怒声道：骗子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的药丸你岂能知道其中奥妙？还有胡扯什么九龙盘山，你这嘴巴里连一句真话都没有。杨大师，白先生放心，这骗子不过是在妖言惑众。好了，杨大师，我看您精神状态也不太好，不若先回去休息休息，等下400某人必然登门拜谢。杨端明也不是傻子，自然听得出这是白浩的场面话，他脸色有些僵硬，但也不想输了气势。不必了，白先生既然信不过在下，在下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小先生，请坐下一谈。不必了，我说了，缘分已尽，刚才所言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在下告辞了。白浩顿时苦笑连连，这小先生还真是记仇啊。他自然是后悔的，而一旁的白兰上前一喝道：到底怎么了？那个小伙子怎么值得你这般对待？我偶然和一个得道高人结缘，那高人布了这九龙盘山局，
可是前几天我噩梦连连，那小先生所言也是一句不差，酒鬼缠身，折磨得我这些时日痛不欲生。毕竟解难之人有了，可以再去请就是了。看了一眼赵宇，他思量了一番，咱们在西北一些生意，你去打理吧。是，董事长，我听从您的安排。这时，一直没存在感的李老道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道：“白先生，如果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”李道长，不知你和那小先生？他是今天才去的芙蓉园，我也以为他跟我一样混口饭吃，可谁想到他是有真本事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李道长慢走。小兰，你稍后去芙蓉园，待我向那小先生赔个不是，再请一请小先生来咱家做客。我知道了。第一次见面，小姐姐就要对我以身相许。师傅，别叫我师傅，我可不是你师傅。可是在之前，师傅说要收我为徒，教我相术的，我是来拜师。这李老道一把年纪，怎么这么无耻？师傅，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。老李啊，你还是不了解我，说话不算话，那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。许青青，我之前说的话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要想清楚了，很多人都是巴不得想见我们锦绣集团的。周浩，想不到你一个锦绣集团的面试官，竟然这么恶心。锦绣集团。周浩被许青青骂也不计较，而是笑眯眯地说道：“许青青，我可是给了你机会的，答应了我，我保准你在锦绣集团内展翅高飞。但如果你不答应我，嘿嘿，我舅舅在云腾还是有点能量的，以后你就别想找到工作。”切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找工作也不答应你。我看你是不识好歹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你父母在我们集团下属分公司工作吧？恰巧我和分公司经理很熟。谁？不好意思，想砸老李桌子上的王八壳，没想到砸到你了，抱歉，你跟王八长得太像了。混蛋，小子，你找死！我找不找死我不知道，不过你作死那是一定的。小子，你怕是不知道我是谁吧？你是谁？大小姐。大小姐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只是在这里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。你嘴里的小毛头是我白家的贵客。周浩脸色顿时大变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那坐在椅子上嬉皮笑脸的我。许青青也是捂住嘴巴。你们白家这么大牌，在下可承受不起。秦先生，先前多有失敬，我仅代表我与家父对您说一声抱歉。为表达我们的歉意，家父想邀请秦先生吃顿晚餐，请秦先生务必答应。他的态度很诚恳，诚恳到许青青和周浩的脑子都不够用了。不去。云腾是多少人想巴结的白好，自家这师傅是真的牛啊！堂堂白家大小姐的诚恳要求都能断然拒绝，这魄力不愧是咱老李的师傅。白兰并没觉得不妥，他也知道先前所作所为着实失敬。既如此，那就先不打扰秦先生，改日再来登门拜访。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周浩，回去后自己写一封辞职信，我不想在云腾再看到你。周浩顿觉天旋地转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知道这次惹上大麻烦了。滚！白兰颇有厌恶的冷喝了一声，这周浩哪里还敢久留，匆匆就狼狈而去。白兰则是看向许青青，今日之事多有抱歉，明天你可再去集团大厦，我会吩咐人事部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面试待遇。这娘们不简单啊！你也不简单啊！许青青为了表示感谢，拉我来到市中心一家高档大酒店。我说你要感谢我，不用拿出倾家荡产的架势来，以身相许就行了。哼，想得美！说真的，你要是不这么自恋，你在我眼里就真的是一个高人形象。话说，你真的是个相师。要不要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？我能把你未来老公的名字都告诉你。哼，你肯定会说你自己的名字。哟，这不是许青青吗？竟然能在水晶宫见到你，还真是不可思议。亲爱的，这位美女是你的朋友？她是我的同学。潘香，我不想和你吵架。哟，老同学一场，只是我很惊讶呀，你竟然能进水晶宫吃饭。他刚说完，这边服务员已经端着饭菜送上前来。那潘香看了一眼后，顿时嘲笑地说道 ：“What？ 许青青，你是来逗逼的吗？这一点的都是什么？加起来多少钱？有3000吗？呵呵，还没我家小狗狗吃的好。”青青，这是你男朋友，可真是够抠门的呢。你眼光还真是差，哪像我老公，可疼我了呢。看看今天给我买的手镯，好几万呢。你再看看你男朋友，一身穿的加起来不超过300块，这出来也不嫌丢人吗？潘香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
最少我和青青是名正言顺的出来吃饭，倒是你们二人，哼，一个床上人来人往，一个家有悍妇，出来吃个饭都得小心翼翼的。那男子的脸色有些难堪，瞥了一眼身边的潘香，潘香花容失色，忙是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。亲爱的，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你知道我最爱的就是你啦。说着，还在这男人的脸上亲了一口。小伙每晚睡觉床上都爬满了老鼠，只因在 KTV 打了一个。哟，什么风把三哥您给吹来了？滚一边去！这位先生，想算什么？老子想算算财运。好说好说，晨会800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想找死？敢跟我们三哥要钱？我看你是不想混了吧？这货就是传说中收保护费的了。三哥，你的财运似乎并不怎么好，看你额头晦涩，想来前段时间打了个人，一时不慎血盖天灵，导致这段时间霉运连连。这些三哥想来也不计较，不过大晚上被一群老鼠围着，怕是不好受吧？此时听到我的话，他咽了口水，哆嗦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前段时间在 KTV 看场子的时候，揍了一个小丫头猛爱，结果只喝了点酒，下手狠，直接飙血了，血喷了自己脑袋一头。也就那晚上过后，他开始各种倒霉。而让他肝颤的是，晚上睡觉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自家床上满是老鼠。要知道他住在13层楼上，这些老鼠压根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。当时三哥吓得拿着扫帚一阵乱披风打法，将那些老鼠给驱散了。隔天检查了里里外外，但连科老鼠屎也没瞧见。结果晚上又是满床的老鼠，他就想到是中邪了，这已经折磨得他近几天痛不欲生了。大师，您得救救我啊！我敲了敲桌子，这三哥也是道上混的，自然明白什么意思，忙是兜里掏出了一叠现金放在了桌子上。我瞥了一眼，瞅着也有小2000，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你打的人是个无赖吧？对，有名的无赖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种，在我地盘里吃喝玩乐，不想给钱，被我开瓢了。三哥忙是点头，心里更加佩服我这都能猜到。你打他的地方是藏污纳垢之地，那无赖又是一身污血，若只是如此，被污血染了天灵，也不至于此。可是你打人之前与小姐颠鸾倒凤，一身元阳虚弱之时，使得污血趁机而入，锁住你一身污秽。你现在浑身臭气连连，老鼠不找你找谁？若是再晚几天，老鼠可不只是在你身边睡觉了，钻进你身体都有可能。常言道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神明非是神仙，而是人的精神气运，这3样决定一个人的运势。神明清明就可以解除人体内的污秽霉气，可这三哥的神明已经被污血污染，自然不会再起任何作用，一身污秽霉气冲天。三哥听了我说的，脸色一变再变，被老鼠钻进身体，那得多痛苦！他忙是哀求道：“大师，您救救我吧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您。”孝敬我不必了，先说说谁让你来的吧。是玉青山杨德明让我来的，我之前被那些老鼠折磨的实在没办法，就去求他。他开始是压根不搭理我的，可是昨个联系了我，吩咐我找您的晦气。说到这，他哭丧着脸道：“大师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不？”他是不是说事后给你一颗仙丹，保你单到灾除？三哥瞪大了眼睛，激动道：“您真是仙人啊！你是得亏没吃，他那颗仙丹无非是一些名贵药材炼制的，你吃了之后，老鼠只会更喜欢。”三哥一拍桌子，他现在对我是五体投地的佩服，当下气恼道：“亏人人都说他杨大师怎么厉害，合着当我老三是傻子，好蒙骗啊！”他眼里凶光闪闪，显然是想着怎么报复。我也乐得这三哥去找杨端明的麻烦，毕竟是这货搞幺蛾子在先。去买一只大公鸡，鸡冠越红越好，再买朱砂和毛笔来，买好之后来找我。是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三哥就已经张罗着一堆东西回来了。我拿着毛笔蘸了混了朱砂的鸡血，技术停下运转，但见那三个人头上一只凶神恶煞的黑鼠正冲着我龇牙咧嘴，落笔眉心嫣红一点，化为一片黑云。行了，明天一早洗掉脸上朱砂血，这几天不要惹是生非。感觉身体轻松，三哥感激临涕。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秦先生果然不凡，只一眼就看出那小混混的灾相，比那欺世盗名的杨端明要强上100倍。是白浩和白兰父女俩，身后跟着几个保镖。这白浩一脸笑意：“白先生客气了。”秦先生，昨日之事多有得罪，还请秦先生能见谅。白某今日来此，是亲自赔个不是。白先生亲自前来，酒鬼索命一事，我自然不会旁观。白浩随后就拿出一张支票。我去，这只是定金。钱到位，一切好说。说好的世外高人都是金钱如粪土的，
可面前这小兔崽子那见钱眼开的嘴脸，简直就是欠抽筋。九龙反噬是什么时候的事？33天前，那天晚上我身体开始出现不舒服，经常失眠，睡着了也是多梦。当时有医生检查，身体并无大碍。酒鬼索命呢？4天之前，每次入睡均会有酒鬼索命的噩梦。家里动过土木吗？从来没有。我眯了眯眼睛，随后又是运转的气水，面空之上黑气层层，若隐若现中呈现一只恶鬼之相，与常人肉眼所见面容堪称是云泥之别，这让我心中一惊。此时白浩的恶鬼之灾可要比先前三哥的那属那样严重。秦先生有何见解？白先生先请回，我需要准备点东西，下午3点之前我必然上门拜访。那白某人便在家中恭候秦先生。等他们走后，李老道凑过来，小心地问道：“师傅，是不是很麻烦？”岂止是麻烦，我现在有点后悔接着单活了，可惜钱都已经到位了。我们有个大主顾，我说谁估计你也不信，但特别有钱的那种，他请我师傅去做场法事，我俩想拉着你父女俩镇镇场子。罩得住他顿时眉开眼笑，李老道再添了一把火。知道定金多少吗？说出来吓死你！100万！罩得住大吼了一声，双眼发红，道：“咱哥俩几十年，你偷看我闺女洗澡的事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这次你必须带上我，否则我跟你拼了。”这才是带着你，但是咱人少点，需要你女儿也压个场子，这叫阴阳并济。说完，私人打车来到白家，看着远处山头上那好的不像话的建筑，罩得住有点双腿发软。老李，你可别害我，这么有钱的，万一被拆穿了，咱吃不了兜着走。信我，肯定没问题。齐先生，董事长已经恭候多时，请。齐先生，麻烦了。白老板，去你书房坐坐如何？赵熙也跟了进去。三人来到白浩的书房，赵熙脸上似乎有些不自然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而我则是抽了抽鼻子。齐先生，白浩有些疑惑，一股子臭味。臭味，你也闻到了？味道很轻，但是闻起来有些不舒服，像是腐臭的味道。我观察了一遍书房，指着那上方挂着的山水图，看向了白浩。寒梅踏雪图。赵熙惊讶地喊了一声：“这不是已经失传了的唐寅画作吗？我在图书馆的时候偶然看到过一段文字记载，是唐伯虎的佳作之一，但在今时失传，不知去向。”白浩笑道，微微有些得意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寒梅踏雪图，是前不久我偶然间得到的。秦先生觉得如何？”我将那幅画铺在地上。小溪，过来闻闻。味道好像就是这里面传出来的。白浩心中一凛，画是好画，只不过这画中人可不是好东西。小溪，去拿杯水来。你小心点，别真给弄坏了。白浩也不曾阻拦，事关自己的安危，一幅画毁了便是毁了。而我则是将那杯水直接倒在了画上，画变得有些模糊起来。赵熙看得心疼不已。这时那幅画却是发生了变化，渐渐的模糊开来，又隐隐连成一片，一尊人物的大致轮廓也是渐渐浮现出来。这是……小心，快点火！打火机的火苗在很快，一团火焰迅速扩大，一股股黑烟也是不断弥漫开来。我则是将那杯水直接倒在了画上，画变得有些模糊起来。赵熙看得心疼不已。这时那幅画却是发生了变化，渐渐的模糊开来，又隐隐连成了一片，一尊人物的大致轮廓也是渐渐浮现出来。这是……赵熙瞪大了眼睛，而白浩的脸色阴沉。齐先生，幽冥邪佛，根据我师门记载，此画相当歹毒，存放于九阴墓穴之中数百年，阴煞缭绕。这幅画的制作方法在300年前就失传了，可是观这幅画也只有200年历史，难不成有人掌握了幽冥邪佛？九龙盘山便是被这幅画汇聚的。当然，九龙盘山虽然显贵，可也撑不住这幅画带来的阴煞，故所以才会演变成酒鬼索命。白浩脸色凝重，随后将白忠喊了进来，吩咐其将画给烧了。白忠不明白这幅画哪来的，但也不多问，领命而去。而这边白浩道：“烧了，能解决酒鬼索命的问题吗？”哪有那么简单？九龙盘山是地象风水局中的显贵局，如今整个大镇已经彻底被污染，可有解决的办法？这时，白忠满头大汗的走了回来。董事长，那幅画烧不掉。我忘了，那幅画一般人都烧不掉。小溪同志，你来吧。为什么我来？因为你是文昌命，上天注定的女状元，心怀正义，万邪不侵，天生就有儒家浩然正气护体。白浩让他们站到一旁，随后自己拿过打火机去烧，但依旧是一点用都没有。火焰明明已经将纸张包裹，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。小溪，你试试。
小西同志不会是怕了吧？谁怕了？小心，快点火！打火机的火苗在很快，一团火焰迅速扩大，一股股黑烟也是不断弥漫开来。而我此时抬起左心，人道苗民，仙道莽莽，鬼道越稀，让人生来。仙道贵生，鬼道贵生。我所念的是渡人经，是渡往阴煞的经文。齐先生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我掏出了5帝钱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你身上阴煞缠身，也不是一时三刻就能解决的。恰巧，这5帝钱是我们师门重宝，我就看在熟人的面子上，给你个优惠，88888，随身携带。等什么时候这5枚铜钱彻底变黑了，你就什么时候摘下来埋了。”可以。赵熙气急地指着我道：“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什么师门重宝？你从我爸那买的，你转手就10倍价格。白先生，你别上他的当。”好你个铺盖仔，真当我加钱是大风刮来的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来的路上我给他开光了，当然算得上我们师门重宝了。白先生，好了，小西，这5帝钱也算是上好的古董玩意。秦先生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我记住一转，只见那四周黑气弥漫，八方恶气横生，这些阴煞环绕，不断围着那白号四处游走，经常不散。这个秦明嘴中在念叨些什么？叮叮当，叮叮当，穷的响叮当。你就是真打算骗白先生，但能不能正经点？我心有乾坤，老骗子笔拿来。你身上被阴煞侵袭，造成酒鬼索命的恶鬼，如今恶鬼之相已成，我需要在你身上画一道图来化解恶鬼之相。你是画钟馗呢，还是画一只大公鸡呢？效果有不同呢。大公鸡艳了点，钟馗比较威嘛。你把上衣脱掉。很快，一个面相丑陋的魁梧汉子便已经跃然于其胸膛之上。可以了，有劳齐先生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齐先生，小小报酬不成敬意，今后若有用的早摆某人的地方。我美滋滋的接过了支票，看到上面500万的数额后，更是喜笑颜开，看白号也是更加顺眼。白先生豪爽，以后有什么生意可要多多关照。白中，你带秦先生几位去锦绣庄园用餐，不可怠慢。是。小兰，你觉得秦宁此人如何？人精。你说的也不错，此人手段非凡，若是关系得当，今后必然是我白家主力。你和他年纪相仿，以后可以多走动走动。他虽然佩服秦宁的本事，但秦宁的性格脾气是他所不喜的。爸爸，您是不是觉得家中之变是有人？闭嘴！白浩冷喝了一声，脸色有些难看。白兰脸色却是如初，依旧冷冰冰的。我明白了。一个女神出来吃碗面，竟然被人敲诈100万。拿出100万，这件事我可以当没发生过，不然的话。左老板，这笔生意谈成之后，划金是600万，竟然才只要100万，你怕是脑子被驴踢了？把钱全都交出来，不然你断我财路，就是坏了芙蓉园规矩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出来单挑！我去！说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是锦绣集团的赵泽，让我来找你麻烦的。赵泽，他告诉我，把你赶出云腾市，就会给我100万的酬劳。这个混蛋！左明带着几个小混混跑了。抱歉，我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过分。你放心，我会找赵泽说清楚的，让他别再找你麻烦。你当我大罗山玉面郎君是吃干饭的了？你这家伙还是那么混蛋，好心好意的，竟然不知道感恩。哪位？秦先生，是我。今天晚上在平湖会所有个活动，不知道秦先生有没有兴趣参加？有，当然有了。到时候见。老弟今天怎么来这地方了？找人，带我进去。走走走，我带你进去。这地方我熟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有事喊我。秦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？这是私人会所，你不会是偷混进来的吧？我是那种需要混进来的人吗？我是光明正大走进来的。赵泽在看到我后有些惊讶，没想到我还能这么安然无恙的出现在他面前。小璇，你现在是我女朋友，可不要对着别的男人使眼色。白小璇脸色顿时一僵，眼中愤怒不已。8成是赵泽威胁白小璇，让白小璇做了他的女人。哎呀，一个人渣而已，你何必委屈自己强颜欢笑？这样我很愧疚的。你说什么？说你人渣。白小璇心里焦急不已，他是想让我先离开的，然后他自己来应付赵泽。我们先走吧，你不是有几个朋友要介绍给我认识吗？闭嘴！很好，本来白小璇跟你求情，我也可以饶了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知死活。下一秒，我闪到他面前，一拳头直接轰在了他脸上，赵泽一个不稳坐在了地上。秦明也太冲动了，这打了赵泽，还是在平湖会所动的手。笨蛋，你疯了你！
很快，平湖会所的经理薛贵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平湖会所名字取得不怎么样。你不是这里的会员，谁带你进来的？我带他进来的。黄山粗犷的声音顿时响起。黄先生，你带来的人在平湖会所打了人。打了怎么着？不服气？你早说认识黄山，我犯得着看赵泽脸色吗？我跟你说了，一个人渣我能应付。黄先生，你的人在平湖会所打了人，是不是该给我们赵小姐一个交代？交代？赵小姐那里我自然会给一个交代，但是你薛贵别在我面前装能耐。薛贵想打人，可是他也不得不掂量我是什么来头，能让黄山这般保着。小子，黄山瞪了一眼赵泽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服不服气？不服气咱接着动手。黄总，你未免嚣张了点吧？是不是觉得我们锦绣集团没人了？赵泽顿时狂喜不已。舅舅，刘副董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家教不行，外甥侄子有点狂，我们替你教训教训。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在这里动手，就不怕出门后遇到什么意外？我这人一向好运，刘先生想多了。你就是白小璇吧？赵泽没少提起过你。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明天之后我不想在云腾市看到你。别以为我们稀罕，我安丰集团的职位有的是。他还不需要去你们安丰集团。这时候，白兰的声音忽然在外响起。白小璇是我工作助理的人选之一，黄总明目张胆的挖人，有些过分了吧？白兰大庭广众之下不给刘永利面子，刘永利双眼之中充满了愤怒和阴狠。这个女人吃里扒外，你可要擦亮点眼睛。刘总，你想开除我的人？这气势硬是要的。刘永利强笑了一声道：“既然是小兰你的人，刚才的话就当我没有说过。”说着，他拽着蒙圈的赵泽下去了。白小姐，这件事倒是麻烦您了。小兰没有我，秦先生也能解决了吧？那是自然，要不是被拦着，我刚才肯定揍得他哭爹喊娘。哼，看你能耐的。老弟，你在平湖会所打人，今晚上是没事，但保不齐赵小姐会找你麻烦。这个赵小姐何方神圣？上集说到我在平湖会所闹事，没想到这么快麻烦就找上门了。晚上接白小姐下来。司机师傅走错路了。没走错，下车。我去，被绑架了。两位是拿钱还是拿命的？我都要。少废话，走！白小璇吓得俏脸苍白。有人花500万要我要你们的命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怎么选择的吧？白小璇被吓得躲到了我背后。没事，一会儿就回家了。大哥，这姑娘挺水灵的，要不咱们先乐呵乐呵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三角眼拿枪对准了鬼熊，鬼熊顿时吓得冷汗直流。我可是指望这2个人赚500万的，你要是管不住你的腿，把人弄死，500万岂不是打水漂？没多久的功夫，一个人从外走了进来，我和白小璇看过去，正看到赵泽一脸阴笑的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。是你？白小璇双目圆瞪，赵泽狠狠地看着白小璇，想不到吧？今天落在我手里，是不是很害怕？你这个混蛋！白小璇气得想上去抽他，不过被我给拦住了。不愧是名震黑道的毒蛇，找你果然没有错。这里是500万，1分钱不少你的。三角眼打开箱子看了一眼，里面的钞票让他陶醉，嘴上却是阴恻恻道：“赵泽，如果里面少1分钱，你死定了。”放心，我赵泽做生意从不缺斤少两。很好，谅你也不敢，人就在哪。赵泽走了过来，看着我和白小璇，一脸大仇得报的样子，他狠狠地说道：“白小璇，你个臭娘们，整整1年连手都没让我碰一下，我对你那么好，竟然还不如他一个小白脸。”白小璇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混蛋，你就不怕白经理饶不了你吗？”杀了你们，谁知道是我干的？白小璇脸色顿时一僵，而赵泽又看向我，阴沉道：“秦宁，我昨天受到的屈辱，今天我要让你们10倍偿还。喂，要不要我帮你出手？”这时，鬼熊站出来，捏着拳头道：“我下手一向很重的，要不等等再动手吧。”等什么？等警察来啊！警察！2个绑匪还有赵泽顿时紧张起来，他们死死地盯着我，道：“警察在哪？你问问赵泽，他带来的，他知道。”赵泽脸色顿时一变，在看到三角眼几人杀气腾腾地看过来后，顿时吓得双腿发软，慌忙道：“大家别听他胡说，我怎么可能会带警察来？他是在挑拨离间。”他刚刚说完，外面传来一阵警铃声，似乎是正在逼近。鬼熊气恼地指着赵泽：“你敢带警察来？”“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”赵泽慌得冷汗直流，鬼熊暴躁，一巴掌就拍在了他的脸上，直接将这赵泽拍在了地上。他掏出一把匕首来，就想杀了赵泽，可是三角眼走到他面前拦住了他。别杀他，他是锦绣集团刘永利的外甥侄子，是很好的人质。把这2个家伙……他刚指向我和白小璇，却见我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了鬼熊的身后，在了这鬼熊的背上，手枪跌落在一旁。我迅速捡起了手枪，道：“子弹可不长眼。”这2个家伙不敢再动，白小璇大喜不已，急忙跑到了我身后，来时还不忘踹一脚赵泽。
而这时，那警铃声已经渐渐远去，看样子只是纯粹的路过。你耍我？我只不过是想看看能不能拖延时间，或者制造点机会。没想到老天都帮我，哈哈，这下你们完了。小璇，报警！白小璇忙是拿出手机来，将情况迅速说了一遍，挂了电话，看着几人，一脸厌恶的说道：“你们完了！”这时他眼角余光却是瞥到那赵泽竟然在向外跑去，他急忙喝道：“赵泽，你还敢跑？敢跑打断你的腿！”这赵泽顿时站在原地，随后竟然是咧嘴一笑：“我只不过是路过而已，不小心看到了这么一场绑架案。”白小璇冷声道：“赵泽，你个卑鄙小人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逃不了的。”你们有证据吗？就凭那几个绑匪的口供，他们是绑匪，我完全可以让他们的话成为诬陷。我舅舅是刘永利，我家里有钱，而这些可以制造无数的理由让我无罪释放。白小璇的脸色变得铁青，没有强有力的证据，赵泽的确有的是脱身的办法，而我则是在兜里拿出手机来，笑眯眯的说道：“可是我有证据啊！”我在赵泽惊恐的眼神下按下了回放键，手机里清晰的记录了事情整个过程。我将手机放在兜里，笑眯眯的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证据很充分，而且那装着钱的箱子还有你的指纹，你怎么逃？”此时的赵泽已经是冷汗直流，证据确凿，就算是他再有钱，也逃不出蹲监狱的下场。饶了我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，我可以离开云腾市，我永远都不再回来。我才不信他的话呢，他印堂狭窄，心胸阴毒，今天放了他，明天他就敢再找人杀我。此时警察冲了进来：“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不会饶了你们的！你们等着，我舅舅会为我报仇的，我死也不放过你们！”两个警察迅速上前，将赵泽给铐住。“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舅舅是刘永利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”“你们报的警吧？”“是我们。”“你身手真的不错，这个三角眼，绰号毒蛇，是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，我们不少兄弟都栽在了他手中，没想到今天被你一窝端了。也多亏先前有警车从这里经过，让他们慌了神，不然我也找不到机会。”“景宁，谢谢你，悬赏金我会在忙完后送到你手中。”“周队长客气了，为人民除害嘛。”此时手机短信声响个不停，你会遭报应的字眼让我颇有些郁闷。这倒是何方神圣在咒自己，平湖后院失火，烧死了一个清洁工阿姨。赵晴雨给了1000万，请我过去看风水。首先要搞清楚乾隆煞出现的原因，去查一查这里原来的那家军阀和你们赵家有什么渊源。老爷子或许清楚，我这就去问问。平湖会所的名字改了，平有一马平川之意，却是不好，改为清湖会所，可保你的生意能生生不息。平伯，我爷爷怎么说的？打听到了，民国初期的时候，一位军阀曾住在这里。那军阀凶恶残暴，致使当时的云腾市百姓民不聊生。赵高祖就是老爷子的爷爷，当时年轻，怀着一腔热血。他老人家眼看着军阀残暴，便打定主意要为民除害。赵家这位高祖便用了美人计，在趁其喝醉的时候将其刺杀，而后埋在了古井之中。军阀被蒙骗刺杀，死前的怨气可想而知，怕是你们赵家那位前辈也负了伤。的确负伤了。肩膀被那狗急跳墙的军阀咬出了一道口子，他记住了你们赵家血脉的味道，死后怨气冲天，又被丢在了古井之中，致使怨气不散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准备5处上传，我在下面看着行不行？你觉得呢？赵晴雨上传后，那些鱼跑到了船四周，撞击着这座船，赵晴雨脸色发白。怎么办？一声如雷霆响铃一般，那些鱼后退，但却依旧不肯散去，只是在船体四周徘徊着。师傅，我就不用上去了吧？爱上不上。我开船来到了湖水中。老李，将5处扔进去。在5处落入湖水之后，我站在船头，嘴中念念道：“今以9霄神犯之气，化12灵文，嫉妒死魂，超生天境，视同王末，以炼施行，施神守台，至爽超生，先圣何德，孩子成人。”他念的什么？李老道一脸茫然，不知道。你不是他徒弟吗？前2天刚拜的，师傅还没答应呢。赵晴雨顿时无语，我所念的是夺人经，为超度怨气血煞的经文。鱼在啃下一块5处肉后，就各自散去，不见了踪影。我擦了擦额头冒出来的细汗，道：“你这1000万花的，说实话真不亏。下次再有这事，1000万是连想也别想了。”齐先生晚上有时间吗？目前还没确定有什么事。那我派人去接你。行吧。你是不是又收到一些字画古董之类的？昨天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件玉圭。白先生，这玉圭少说也得有1500年历史了吧？不错，应该是晋朝时期的。白先生，玉圭在汉晋时期是陪葬品，因内部中空，是一位亡灵服务的窠臼。白浩听得有点不祥预感，道：“这我也知道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冥器只能放在阴暗的储藏室之中，否则很容易将阳宅的阴阳混乱，变成阴宅，尤其是龟这种东西。白浩对古董也是颇为喜爱，里面的一些门道自然也清楚。可是这件玉圭被人动了手脚。
白浩顿时来了精神，我指了指龟壳上的纹理，这些纹理是个三合开阴阵。三合开阴阵，白浩不解，这阵法可是害人的。没有害人的阵法，只有害人的人。在玉龟之上被印了三合开阴阵，却是有索命之意。原来如此，送这玉龟的秦先生可知道是何人？莫不是刘永利？白浩对于我猜出来也没什么惊讶，他点了点头。其实不仅这玉龟，那幽冥邪佛图也是他安排后落在我手中的。秦先生，可否再问一句，这风水师当真就如此恐怖，可害人于无形之中？相门之人一心向善，而若要害人，必然会遭受天谴。刘永利当初和我创立锦绣集团，如今却是野心勃勃，没想到他竟然会找风水相师来害我。我虽不怕，但是我担心小兰，希望秦先生能在小兰遇到危险之时出手相助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如此，谢过秦先生。锦绣会所有一场拍卖会，不知道秦先生有没有兴趣一同前去？可以去瞧瞧吧。7号公馆杂物间，一个扫地大妈在那里跳楼，3层楼硬是给摔死了。没多久，一个伙计去杂物室拿东西，扫地大妈在里面摔死了。这还没完，一个在这工作的小姑娘，第二天又在里面出了意外，被人给打死。于是7号公馆老板冯宽给了我100万，帮他去看看风水。您瞧瞧，这大热天的，这里面跟冷藏室有的一拼了。运转到技术，但见屋内的阴煞已经浓郁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地步。这阴煞全部是从墙内渗透而出，去找几个人把这面墙砸开。我这就去喊人。看来你真的死得很冤。哥，人带来了，砸开这一块。这几个家伙也是身体强壮，抡起了锤子就往上砸。忽然看到那裂缝里竟然是渗出嫣红的鲜血，顿时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不已，硬是没敢砸下去。哥，这咋回事？接着砸。欢哥，我不敢啊！砸开，砸完我给你们1人10万块钱。听到10万块钱，几人又抡起锤子的时候，发现那墙上的鲜血流淌得更快了，顿时吓得手软。我来吧。一块块碎石如雨而下，整个杂物室里都是灰蒙蒙的一片。只见那墙上一具穿着红衣的干枯女正镶嵌在其中，而让人恐惧的是她身上的衣服竟然还有血在滴落。几个大老爷们吓得跑出了杂物室。哥，这咋回事？你在这里开公馆后，这间房间装修过吗？没有，接手之前这里也是杂物室，我就没改动过。老赵，去拿画符的工具、镇魂钟、八卦镜，另外把我之前放在你那的雷击枣木也搬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被人杀了，然后砌在墙里面。我摇了摇头道：他是被活活憋死的。他被砌到墙里的时候，应该还活着。你看他的食指。李老道颤抖道：磨平的。我点了点头。他被砌到墙里面的时候，那群坏人应该给他留了呼吸的空隙，导致他一时半会无法死去，只能靠双手食指去扣动砖块。只是这食指磨平了，他也没能出来。一行人顿时头皮发麻，又惊又怒。他好可怜。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吗？他死后，他的身体一直在成长。这怎么可能会在成长？因为他恨。他死后阴煞不散，蛰伏在血衣之内，而且冯宽你又将此地改成了烟花场所，使得阴气旺盛。嘿，再给他几年，恐怕要破墙而出了。李老道瞪大眼睛问道：要成僵尸了？不是僵尸，是尸鬼煞。一旦出事，方圆数里的都得成为鬼城。妈呀，那就是闹鬼啊！鬼只不过是煞气影响人的心智而产生的一种假象，鬼并不存在。去查清这个女人的身份和害她的人，这些事没搞清楚之前，我没办法下手驱杀。冯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如果真如我所说，那这尸鬼煞的后果他是承担不起的。哥，不能先把这女的处理掉吗？这样太吓人了。这时赵德柱回来了，我拿出一道镇煞符贴在了女尸脑门之上，而后又拿过镇魂钟来，在其上贴了一道符，摆在了杂物室的中央位置。我指了指镇魂钟，吩咐冯宽：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吩咐人在门口守着，如果有钟声响起，连门也不要开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亲自守着。宽哥，资料拿到了，走，现在过去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市局的。冯宽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一个警官证，在妇女眼前晃了晃。是这样的，您是叶百灵的妈妈吧？听到这个名字，中年妇女明显颤抖了一下，眼里有泪水翻滚。照片里的女孩就是您女儿？对，是我女儿，我女儿。您别激动，根据卷宗显示，叶百灵是在3年前的时候在云腾大学失踪的。我们觉得这是有些蹊跷，所以想重启这件失踪案，希望您能配合。妇女激动地点了点头。这3年来，她可谓是度日如年。如今终于有人要调查叶百灵失踪案件，她怎么能不激动？您说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诉您。我就求求你们，找回我女儿吧，我真的好想她。说着，妇女就是泪如雨下。您女儿失踪前
去了什么地方？那天是星期五下午3点40，他给我电话要放学回家。妇女颤抖地拿出手机来，我到现在还留着通讯记录，我就希望他到家的时候能再给我打次电话。可是3年了，3年我再也没接到他的电话。阿姨，您千万别激动，那次电话之后，他是不是就不见了？对，那次之后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当时警察查了所有街道的监控录像，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，他就那么不见了。这样，能给我们一份你的血液吗？我们需要你的 DNA 信息。妇女没有拒绝这个，只是浑身颤抖地看着二人。他是不是遇害了？这件事还没确定，您千万别激动。妇女却又是一阵哭泣，不过她也配合地将自己的血液交给了我们。说道：7号公馆杂物间发现女尸，冯宽查到了女尸，拿到了妇女血液，回到7号公馆，发现赵平也来了，随后血液放在女尸身上，这是瞬间，女尸身上冒出镇魂钟响个不停、撕心裂肺的哭号声，在杂物间内回荡。师傅，镇煞符快撑不住了。我咬破了食指，随后点燃了镇煞符之上，只瞬间，镇煞符稳定下来，杂物室内瞬间恢复安静。他就是叶百灵。7号公馆以前是谁的？冯宽忙说道：“一个叫李仁的开发商，不过3年前的时候，他公司破产了，那家伙欠了一屁股债，跳楼自杀了。这栋建筑就被法院拍卖，让我给买下来了。”查这个李仁和叶百灵有什么瓜葛？他的死应该是叶百灵的尸鬼煞在作祟。另外，平伯你和我去一趟云腾大学，我们去查一查叶百灵的学生档案。双方人马分头行事，二人来到校长室。江老哥，别来无恙啊！江川闻声后微微皱眉。赵平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来找你帮点忙。3年前，你们学校失踪的学生叶百灵。江川皱了皱眉头，脸上多了一抹悲痛之色。你说他呀？叶百灵可是个好学生，可惜人就这么没了。别的不多说，我们怀疑叶百灵的事有些蹊跷。江校长，在下秦宁，受叶百灵母亲的委托来调查叶百灵失踪一事，不知江校长可否行个方便，让我看一下叶百灵的学生档案。江川微微一怔，再看了一眼赵平，道：“可以。”我翻了一遍档案，有什么发现？秦小哥还需要什么帮忙的吗？不需要了，多谢江校长。叶百灵这个学生遇害，到现在我还是较为痛心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他肯定是云腾大学优异的毕业生。再优异也逃不过天灾人祸，江校长觉得对吗？是啊，可惜了。没有再理会他，我和赵平直接出来了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叶百灵的学生档案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个江校长有问题。赵平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江川，他怎么了？”他似乎知道叶百灵已经死了，哪怕叶百灵已经失踪3年，可是一个校长也不应该盼着一个优异学生死了，这不符合一个校长的心态，所以他有问题。哥，没有查到李仁和叶百灵有什么牵扯，但是这个李仁死的有点蹊跷，他公司破产就是在1夜之间完成的。根据我们调查，前天晚上李仁这个家伙还在吃喝玩乐，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受不了公司破产跳楼自杀了，这太不符合常理了。那继续查。怎么？哥，坏了，叶百灵他妈妈去公馆了。快回公馆。阿姨，对不起，不是我们不想说，只是我担心你接受不了，所以才想查清楚真相后再告诉你。妇女恍若未闻，只哀嚎道：“百灵，妈没用啊，妈妈没用啊，妈妈给你做了饭，你怎么没回家吃啊？你跟妈妈说好不好？你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做。”叶百灵的尸体不断晃动着，竟然是2行血泪在那双眼位置流淌了出来。阿姨，先出去吧。她跪在了地上，痛苦道：“警官，我求求你帮我找到凶手，我女儿就这么死了，她就这么死了，你要为她报仇啊！”她慌乱地拿出钱包，双手递给我，哀求道：“我就这些钱了，我求求您，我把我家里一切都给您，我要让我女儿能死得安心。”阿姨放心，3天之内，我必定让凶手付出代价。对，不管他是谁，我冯宽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谢谢，谢谢。阿姨不断磕着头，我忙是将她扶起来。冯宽安排了一间房让她休息。我随后拿出手机打给了徐丹，徐丹是我隔壁新搬来的邻居，也是云腾大学的老师。秦宁，怎么了？丹姐，问你个事，3年前云腾大学失踪的女孩叶百灵是你的学生吧？徐丹那边沉默了一阵，语气中多了几分的痛惜。是，她是我学生。好，她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人的纠缠，亦或是和校外人士有什么接触？百灵一向很活泼懂事，和校外人士没什么接触。如果要说学校里面有纠缠的话，陈清老师以前追求过她。陈清？对，那时候陈清刚来云腾大学工作，他曾追求过百灵，只是百灵没同意。走，去找陈清。要找陈清并不难，凭借冯宽和赵平的关系网，晚上就在一家夜店发现了陈清的踪迹。你们想干什么？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可是江少爷的地盘。3年前叶百灵失踪，应该和你有关系吧？陈清的脸色骤变，眼神带着慌乱。什么叶百灵？
你在这里放什么屁呢？好，既然你说没关系，那你跟我走一趟。陈清怒喝道：“你以为你什么东西？”我猛然出手，直接将他拽了起来。给我打！打死了我负责！冯宽怒声喝道：“我看谁敢！”让你说道，查明女尸身份是叶百灵，随后在夜店找到陈清。周队长，上次我和白小泉被绑架，都是周队长负责的。你在搞什么？没什么，给那个女孩讨一个公道。这件事还轮不到你来讨什么公道，把人放开！随后和周队长一起回到7号公馆，就听到叶百灵妈妈痛苦的喊声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别动他！我求求你们！”阿姨，你先冷静，我来处理。这里已经被封锁了，立刻离开。那尸体现在不是你们能碰的，让开！这时候杂物室门打开了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走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在这吵吵闹闹的。他的尸体现在碰不得。你是什么人？哪个单位的？我不是哪个单位的，我是一个相师。那教授怒视着我。这么说，尸体发现之后，就是你在这旁边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说着，教授又是怒意上冲道：“混账！你知不知道这具尸体3年不腐已经属于医学奇迹？你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损坏尸体。”我不知道什么奇迹不奇迹。我指了指叶百灵的母亲，沉声道：“我只知道这具尸体的母亲正因为你们肆意损坏她女儿的尸体在哭泣。”我们是研究，不是损坏。注意你的措辞。师傅，你跟他们扯这些没用的。也罢，闲事我就不多管了。如果他们明天变成人不人、鬼不鬼的，准备好前来芙蓉园找我吧。陈教授，你的身上……陈教授皮肤变成了青黑色，红色的斑点长满了大半张脸，看着甚是吓人。哟，周队长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怎么着？那几位研究人员出什么毛病了？周正叹了一声气，道：“怎么救他们？不洗清叶百灵身上的冤屈，我救不了任何人。这件案子我也想查，可是所有的证据都被毁掉了。证据我有，三哥，你找几个麻利的兄弟，只要抓住陈清半个小时就行了。”常三拍了拍胸口道：“您就想好了。”晚上，三哥收到消息，在夜店找到了陈清，把他装进麻袋，扔进了面包车。你们想干什么？陈清，你想通了就告诉我。随后把杂物间的门锁上，里面就传来了陈清恐慌的叫喊声。师傅，这个陈清不像胆大的，在里面被吓死怎么办？我都说，放我出去。说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把叶百灵约到了这里，然后和江玉把她害死的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陈清，你和江玉是怎么害死她的？说。我当时刚去云腾大学工作，一眼就喜欢上了叶百灵，可是她对我不搭不理。所以你就要害她？没有，我没想着害她。后来江玉也去了云腾大学，他也看上了叶百灵，可是叶百灵在大庭广众之下拒绝了他。江玉恼羞成怒，说让他付出代价。后来呢？那天我把叶百灵迷晕了，带到这里。江玉怎么害死他的？陈清眼中满是恐惧道：“他就是个魔鬼，他和这里曾经的主人李仁糟蹋了叶百灵。当时江玉真的疯了，用刀在他身上划了12道伤口，因为叶百灵拒绝了他12次。”周正气的脸色铁青，他简直就不是人。陈清好似是回到了那天晚上，脸上的恐慌如实质一般。他怔怔地看着叶百叶百灵在痛苦中咒骂我们，可是这让江玉越来越疯。他把叶百灵砌在了墙里，还给叶百灵留了呼吸的余地。他说要让叶百灵忏悔当时拒绝他。周正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，他怒道：“后来警方怎么查也没查到叶百灵怎么失踪的，就是江玉在搞的鬼了。”现在陈清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对，就是他搞的鬼。他大伯就是云腾大学校长江川，学校里的监控录像删除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真相大白，但是真相又是如此的让人心寒。安排2个人把陈清给我抓起来，严加看管，不准保释，其余人跟我去抓人。已经说到，陈清交代了事情真相，于是带着一众刑警来到江玉家。怎么，大晚上的私闯民宅？江玉，陈清已经把一切都说了，你残杀叶百灵，跟我们走吧。江玉却是出乎意料的淡定。那个废物，我早该把他除掉的。周正见他的态度，更是气得双目冒火，直接吩咐人要将他扣住。但是这时传来了一声怒喝：“谁给你们的胆子，在我江成风的面前抓我儿子？活得不耐烦了！”江成风，江玉残杀叶百灵，此事陈清已经全部招供。江玉起身走到了一旁，随后打开抽屉，拿出了一份文件。这是我的精神病患者证明。江玉哈哈一笑，然后又很无奈地说道：“抱歉，当时我真的对我的行为失去了辩证和控制能力，我是无意识的。”这时，江成风走了过来。周队长，我儿子3年前被确定为精神病患者，他对自己造成的错事并不记得了。放心，我们江家自然也会给予补偿。江玉脸上笑意越来越深，他根本就没打算隐藏什么，反正所有的后路都已经布置妥当。他阴恻恻地看着我：“秦宁，你很有能耐，以后当我的一条狗怎么样？”你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？周正此时压抑着怒火道：“江先生，你儿子杀了人，
周队长，你是不认识字吗？你手里的文件写的什么自己不清楚吗？现在我儿子需要休息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周正是真的想把江玉绳之以法，但是他知道，即便是把江玉抓走，早晨起来他就能大摇大摆的从公安局离开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们走。出了门，李老道就是气急的骂道：“简直就是猪狗不如！说他猪狗不如，都是糟践猪狗。这对父子简直就是混蛋啊！”宁哥，要不你过来一趟吧？心里一个咯噔，出什么事了？他自杀了。我急匆匆地赶到叶百灵家中，看到叶百灵的母亲此时正躺在床上，没有一点声息，她怀里抱着照片，脸上还保留着无尽的痛苦和深深的无奈。站在床边，我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久久不语。也不知多久，外面又传来脚步声，却见那江玉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哟，这么想不开？江玉晃了晃手里的支票，玩味地说道：“我来干什么？来补偿啊！毕竟我做错了事，我也很心痛。我这不是亲自来给受害人家属赔偿来了吗？你昨天晚上告诉他了？当然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毕竟我精神病犯了，害死了他女儿，当然要通知他的。好，很好，会让你血债血偿的。秦宁，告诉你，我有的是时间，咱们慢慢玩。”说罢，这货带着几个小弟扬长而去，而我拿过被子盖住了妇女。抱歉，没能让你看到凶手伏诛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说的话到现在还作数。离开叶百灵的家后，直接来到了7号公馆。我拿出一张黑色的符咒。叶百灵，你想报仇吗？想报仇的话，那就跟我一起来吧。说完，杂物室内的光线阴风大起，气力鬼哭不断，黑气迅速向着那两头恶鬼的风往出直击不可。当恶鬼光芒时，我在这头上将那符摘下来。江玉，你怕是永远不会知道，得罪一个相师的下场有多惨。月黑风高，我坐在一棵大树上，看着面前一栋住宅。这里是江家祖宅了，看得出江家祖宅应该是高人指点建造的，整体建筑依9宫飞星图而建。9宫飞星图的好处就是可以将阴煞阻隔，并疏通四周风水灵气，以此为主家带来吉运和好处。9宫飞星，这次不给你来个酒鬼闹天庭，我就不叫秦宁。我在草地内找出了北宫位的中心点，随后将吸收了叶百灵尸鬼煞气的恶鬼符箓埋了下去。等一切布置妥当之后，再运去，能清晰地看到江家的气运正在如流水般流逝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阵阵自然阴煞。这次我要断了江家所有后路，让江家祖宅彻底变成绝地。寸草不生。上集说到，周正带着一众刑警去江家抓人，不料江玉早有准备，拿出精神病证明来。隔天，叶百灵妈妈在家中自杀，得知是江玉所逼，我一怒之下找到江家祖宅，埋下恶鬼符箓，让江家变成绝地。一早，周正来芙蓉园请我去看看陈教授他们，带3人到了医院，看见一个可怜的家伙。老李，周队长，你们没发现这个人很面熟吗？哟，这不是江玉江大少爷吗？江大少，这么一大早的就给我一个惊喜，你不愧是个精神病，我是想都没想到啊！医护人员将江玉给匆匆推走。这江玉昨天晚上在2楼楼梯上滚了下来，躺地上还没起来呢，天花板上的吊灯松了，当时砸了个血肉模糊。周正瞪大了眼睛，他是万万不相信一个人倒霉能倒霉到这般地步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，去看看陈教授他们。来到病房，我也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如果想活命，葬礼之上磕头认错，然后挂金1人100万，这事就解决了。这时江成峰那边焦急道：“唐老，你快去看看小玉，他怎么了？”小玉刚清醒过来就开始吐黑血，到现在还在吐。唐元化一听，迅速跟着江成峰前去。此时江玉在床上，浑身抽搐不止，嘴巴里吐着黑血，在他身边围着几个医生，但均是看不出什么情况来。一群废物，还不滚开！唐元化走到江玉身边，见着江玉的状况，就是脸色凝重。唐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月亮之上。什么事？江总，不好了，公司的几个合作商均单方面解约，同时向法院状告公司在新罗峰项目上动手脚，要求我们赔偿违约金。废物，这点小事你们都办不好吗？唐元化此时怀疑江家怕是被害了，不然接连出事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他道：“我去打听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。”周正将叶百灵一事细细说了一遍。唐元化听后险些气得吐血。唐老，您打听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吗？滚！江成峰，你害得我丢人现眼，还有脸问我？江成峰大惊失色，知道江玉残害叶百灵一事怕是暴露了，顿焦急道：“唐老，小玉也只是年轻不懂事才犯了错，她已经知道错了。我们也给那个女孩家里赔偿了，您给她一个机会吧。”那个女孩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，此事人神共愤，你还有脸说年轻不懂事？唐老，这件事的确是小玉的错，可是……唐元化不耐烦的一挥手道：“送你们江家8个字：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”江成峰骇然，吓得退了几步，但唐元化已经不再理会，直接离开了。这时江玉张着嘴巴，流淌着血泪的双眼带着惊恐与绝望。“你不要过来，我没杀你，是你先拒绝我的，不要过来。”叶百灵，不要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是精神病，是我害死你的，我想逃避责任，你饶了我吧，你饶了我吧。
这时，周正正带着几个刑警走进病房里来，却看到那江玉嘴里不断供出实情。他始终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谁敢抓我儿子？江成风气势冲冲而来，只看到自己儿子在地上磕头，他就吓了一跳，急忙上前去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干什么？江玉脸上带着恐慌神色，拽住江成风就喊道：爸，你救救我！那个贱女人来找我报仇了，她要杀我！儿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没事的，那个贱女人不敢来的。江成风忙是安抚着江玉，又对那随行而来的几个医生怒斥：你们在干什么？还不快来救我儿子！但是下一秒，江玉忽然一抬头，张嘴就冲着江成风的脖子咬去，众人大吃一惊。放开！周正怒吼了一声，周正一声声的将这江玉拽开，却见江玉此时已经满嘴的鲜血淋漓，而江成风的脖子已经是血肉模糊，再无声息。是他让我冒充精神病，我替你杀了他，你别害我！叶百灵，你看到了吗？你别害我了，我为你报仇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说完，那江玉突然倒地，医生急忙检查了一遍，结结巴巴道：他咬破了江成风的脖子，吞了江成风的血肉，但那些血肉之中的骨头却是扎破了江玉的气管。这江玉本就身体虚弱的不行，直接一命呜呼了。周正叹了口气道：处理一下他们的尸体吧。江家完了，江玉和江成风父子惨杀身亡。江成风的公司因为多次坑骗合作伙伴，很快就宣布了破产。江川对自己掩盖叶百灵真相已是供认不讳，又涉嫌贪污受贿，进了大牢，估计能活着出来也得满头白发了。而江家其他人犯过事的没一个逃过制裁，没犯过事的也是背井离乡，不知去向。曾经云腾市的庞然大物，名流江家几乎是一夜之间覆灭。统计说道：江玉和江成风父子惨杀，江川入狱，江家完了。回到7号公馆杂物室，我望着面前叶百灵不腐的尸骨，面色凝重。尸鬼煞气若是不除，只怕后果会很严重。此时，赵德柱拿着一个箱子走了进来。秦小哥，你要我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我打开箱子，将香炉置于叶百灵尸体面前，拿出一道镇煞符贴在了叶百灵的额头上，然后盘膝而坐，体内运转到技术。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，洞中玄虚，晃朗探源，八方威神，使我自然，灵宝同命，福告9天，乾罗达那，洞罡太虚，斩妖复邪，渡人万千。我念了违禁天地神咒，适合驱煞渡人。煞气慢慢的被斩除，叶百灵的尸体出现了变化，那枯黄不腐的皮肉正在一点一点消失，森森白骨显露出来。叶百灵一家能在阴间团聚了。爸，我同学出事了。怎么了，宝贝女儿？那个女生发了疯一样，见人就咬，我怀疑是中邪了，赶紧要宁哥过来看看。走吧，去瞧瞧怎么回事。来到云腾大学门口，明显感觉到一股压抑，运转到气数，却也未瞧见有什么阴煞活动，不由疑惑不已。赵熙带着我们就到了食堂，食堂之中一角落里围着里3层外3层的学生，其中还有吵闹声不断传来。一行人挤到前面去，正瞧见有2个学生按着一个女生，这女生好似犯了癫狂，脸上满是狰狞之色，嘴巴一张一合的想咬身边的人。怎么回事？李老道吓了一跳，我却是脸色凝固，旁人看不到，就是看得清清楚楚。这女生脸上黑气缭绕，恶鬼之相若隐若现，俨然就是一副鬼上身的样子。乔梦，你没事吧？宁哥，你快救救乔梦！我吩咐赵德柱拿过朱砂和毛笔，不过还没上前去，几个拽着白大褂的校医就急匆匆跑来，拿出评定剂。你打了，他会死的。乔梦此时呈现癫狂状态，是因为鬼象阴煞和体内精气产生冲突，两者在争夺身体控制权。一旦打入稳定剂，鬼象阴煞必然会侵入他5脏6腑，到时候就是神仙出手，也只能救一个植物人出来。听完我的话，那医生皱了皱眉，再瞧见我手里拿着笔和朱砂，顿时气恼道：哪里来的疯子，离开这里！哼，他现在是鬼上身，一旦神智彻底昏迷，那就没得救了。我晃了晃手里的毛笔，道：让我给他画个符，保准平安无事。混账，跑到这里来坑蒙拐骗，你想干什么？滚开！宁哥，我叹了口气，随后豁然出手，顺到乔梦身边，持笔在他脸上画。不多时，一个凤凰涅槃出现在乔梦面孔之上。乔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了，感觉浑身特别轻松。那无一目瞪口呆，看着脱了黑血就平安无事的乔梦，感觉自己人生观要崩了。这不科学。谢谢你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客气了，坐下聊聊吧。学生虽然好奇，但是马上就要上课，于是纷纷散去，倒是无意留了下来。我想听听你这边有什么高见。就是大约在4天前吧，一个大4的学姐在宿舍里跟犯了精神病似的，咬伤了2个人，不过很快就没事了。起初大家都没在意，但是这4天里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不过学校都给压下来了，毕竟影响不好。我就是怀疑可能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稀罕了，想不到咱小西也快成女神棍了。我想起一件事来，2天前乔梦你和崔萌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不是也犯了同样的症状，把你咬了一下？对。乔梦把右臂放在桌子上，一个很淡的牙印正在其手腕处。乔梦同学，问你个比较私人的问题，你是处女吧？虽然现在社会风气越来越开放，不
不过被问及这个问题，乔梦还是脸通红。是的，之前咬你的崔萌是不是？不是，她有男朋友的。秦先生，你觉得这种传染病只会在处女身上表现得严重？希望不是，否则麻烦就大了。能不能搞到云腾大学整体设计图，还有最先发生这种情况的那个大4的学生，把他找出来？我和吴毅老师去找。乔梦同学，带我们去女生宿舍走一圈，可以吧？你们3个要都是进去的话，门卫阿姨不可能答应的。我瞥了一眼有些蠢蠢欲动的2老，你俩去学校后山给我走一圈去，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通知我。李老道急忙道：“师傅，我得跟在你身边，一些琐碎的事你总不能亲自下手吧？太掉价了。”滚犊子！李老道不敢再多言语，何找得住，垂头丧气的离开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大年纪的徒弟？而且好色哦！别瞎打听，走吧。接说道。女生频发中邪事件，我受人委托调查此事，来到女生宿舍天台。天台上空荡荡的，我打量了一眼四周，很快在一个角落发现一张黄符，贴在上面。乔梦顿时惊讶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引煞符，将符贴于此，可以掩盖整个女生宿舍内的阴邪煞气。怪不得进入学校后一点没有察觉，合着半天是有人在这里搞鬼。是有什么坏人吗？要不要报警？你觉得报警，警察会信吗？2人回到食堂，师傅，我们在后山捡到一个宝贝。我看了一眼李老道手中的石头，这种石头在相门中称之为黄泉血石，天生阴煞之物，没什么用途，倒是一些歪门邪道喜欢这种黄泉血石炼制一些害人的法器。既然没什么用，那要不要扔了？明哥，我找到云腾大学的设计图了。拿过图纸，我仔细观察了一阵，麻烦有点大了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整个设计图方案是遵循天罡伏魔阵，可是天罡伏魔不是一般的阵法，能用到这种阵法设计的，那都是天坟绝地。天坟绝地，天坟之地是先天坟地，不过埋葬的不是尸骨，而是阴邪煞气。那这个天坟绝地和乔梦他们癫狂有什么联系吗？麻烦的就是这个，显然有人盯上了这里，而且还是个高手，手段非凡而且隐蔽。我不知道他想搞什么鬼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们那位大4的学姐找到了吗？孟小学姐请假了，说要外出实习，可是打她电话也打不通。吴毅老师已经想办法去联系了。那先回去吧，找到人了联系我。明哥，你终于来了，人家找到孟小学姐了，她在一家公司实习，换了手机号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去找孟晓。众人出发，来到城外郊区的一家物流公司，一行人进了办公大楼，打听到孟晓在2楼财务室，正找着财务室呢。一个男子走了过来，张口便是质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”我们是云腾大学的，找一个叫孟晓的学生。找什么人？老人去外面找去，一声招呼不打就跑到我们公司里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窃取商业机密吗？赶紧滚！乔梦不满地说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们找孟小学姐问一下学校里的事情，窃取什么商业机密？滚开！这里没人叫孟晓，赶紧滚！找个人说几句话就走，用不着张口闭口的骂人吧？我骂你怎么着？我下手一般不会很重，你放心，在你们公司的人来之前，我会把你的嘴巴撕烂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带我们去财务室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财务室就在那边，你也跟上。你们，孟小学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们是谁？云腾大学女生频发中邪事件，我受人委托调查此事，发现你是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这孟晓脸上就是一阵惊慌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孟小学姐，我们就是问一些事情，我不知道，要是没什么事，麻烦你们离开这里，不然的话，我叫保安了。我看了一眼桌上的貔貅，这里的工资很高吧？一个月怎么着也得10万吧？不可能吧？哪家公司这么大方？一个月给一个实习生10万？没有10万吗？不应该啊！拿命来工作太少了，可说不过去。你说他一个月工资多少？1个月3万。1个月3万？实习生，你们公司这么有钱吗？我们公司以人为本，工资高，能提高公司员工的工作热情。公司还缺人吗？哇，老赵，你这身子骨还是别来了，不然2天的功夫就把你浑身精气神抽了个干净。3万块钱，嘿，买补品都不够，你们公司够抠门的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我们公司福利好。是，的确不错。所以孟晓同学才会不惜代价的想进入这家公司实习，毕竟领着3万的月工资，对于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来说，简直就是不敢想象。可是你觉得这工资当真配得上你的付出？孟晓有些惊慌失措，我沉声道：“你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你面相富贵，若是努力，必然可大富大贵。可是现在你命相已残，精神气不断被抽离，你要知道，月工资3万，你付出的可是你的命。”说着，我在包里拿出了一面八卦镜，对准了孟晓。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人不人，鬼不鬼。这不是我，这不可能是我。上集说到，在物流公司找到孟晓，实习生月薪3万，就要拿命来换。虽然出身贫寒，
但你面相富贵，若是努力，必然可大富大贵。可是现在你命相已残，精神气不断被抽离。你要知道，月工资3万，你付出的可是你的命。说着，又在包里拿出了一面八卦镜，对准了孟晓。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，人不人，鬼不鬼。这不是我，这不可能是我。不是你，自己长什么样子自己不知道吗？随后我走到貔貅面前，平时在这里工作，没少感觉这只貔貅盯着你吧，像是活着的一样。我一巴掌拍在了貔貅之上，很快一道黑影从其中窜了出来。众人吓了一跳，将这黑影掐住，却发现是一条漆黑的小蛇。鬼灵蛇以阴邪煞气和人的命气为食物，寄养在貔貅之内，饲养者可借其强行提升自己的财运，代价就是你们这些员工的命。这就是纯粹的卖命啊！看你也应该是这家物流公司的高层吧？说这里的局是谁布置的？不然的话，我把这条蛇塞进你肚子里。我说是一个叫姚大师的人。这家公司原本生意惨淡，可姚大师来了以后，一夜之间起死回生，订单如雪花般飞来，老板欣喜若狂。在这般巨大利益下，他根本不在意这些财运是搜刮别人的命得来的。就这些吗？我知道的就这些了。我在包里掏出罗盘，顺着指针方向，随后运转到技术，发现整个办公室内，甚至于整个物流公司所有的阴邪煞气，都是从那面墙上传来的。我走上前去，在墙上敲了敲。这里是不是有密室？我不知道啊，这里是姚大师的办公室，但是他几乎不在这里。师傅，是不是跟7号公馆一样，墙里有东西？要不要把墙砸开？砸开！你们退后一些。只没一会儿，就砸开了一个可以容成年人过去的洞，明朗的风不断在里面传来。我感觉到不寻常，里面应该是个密室，你们先别进来。说着，我自己先走了进去。老技术运转下，这些符咒连成一片，不断凝聚阴气输入女尸的体内，而同时女尸身上也有无欲的煞气排出。想来，这物流公司的所有阴邪煞气皆是来自于此。而我惊讶地发现，这女尸体内有一种生命能量在蛰伏着，是独属于活人才应该有的气息。想来员工的命气大部分都被这具女尸吸收了。随后，我出了这密室，回到梦想办公室，在花盆底部发现了一枚红色的诡异符咒。这是什么？请运符，效果歹毒，可以强行掠夺他人命气。我本以为是鬼灵蛇在作祟，但是真正作祟的是这道符。回到密室洞口前，周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打电话叫周叔来的。小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乔梦急忙将所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周正却是听得头都大了。秦宁，周正喊了一声，想询问一些具体事由，但我却已经进了密室。周正随后也跟了进去，在看到那盘旋而走的女尸后，脸色大骇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整个物流公司被布下了七阴乱天的格局，布下这种格局的人一般是想扰乱因果，逆天改命。女尸是这个局的阵眼，只是我不知道此人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要复活这个女人，还是要做点其他的？复活？死人还能复活？人死不能复生是注定的规则，但不乏一些手段逆天的想要打破规则。查一查这个女尸的身份吧，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。也好，我先让人把尸体带走。还是放在这吧，先封锁了这家公司，等解决了这里的麻烦之后，带走女尸也不迟。周正想起了7号公馆叶百灵的尸体闹出的一系列事情，也就同意了我的说法，吩咐手下将公司进行封锁，尤其是这间密室，这里的老板和一些高层都被带回了局子里进行审查。这件事还没完，对方肯定还会再搞幺蛾子，你们盯紧了学校里的情况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通知我。宁哥，孟晓学姐她死了。你们在哪？学校里。等我。师傅，死了个人，没必要这么严肃吧？死个人的确没必要，但是孟晓现在不该死。她虽然命气被夺了一部分，可是看她的面相，也不应该在近期有生命之灾。宁哥，我怕。别怕，带我过去。进了女生宿舍，吴毅正在检查尸体，他满头大汗，有些不解和焦急。瞧见我来后，才忙道：“你终于来了，快看看。”上级说到，在物流公司发现密室，里面藏着一具女尸，周正派人去调查女尸身份。隔天接到赵熙电话，孟晓死在了宿舍里。你终于来了，快看看。死得很古怪，我检查了一下尸体，孟晓同学是寿终正寝，也就是说他是老死的，可是他明明才24岁。因为鬼灵蛇吃了他的命气，命气已尽，自然是生机不存。孟晓回来之后有什么举动？他说他很累，就吃了点东西，回宿舍休息了。可是谁知道这一睡就这样了。宿舍里其他人呢？没有其他人，都出去实习工作了。我看了一眼孟晓的尸体，神态还较为安详，显然孟晓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不知不觉中死去。孟晓学姐，她家人该怎么办？生老病死本就是注定的，可是这般就死去，其家人怕是也会难以接受。我仔细检查了一番，少顷后道：“乔梦留下，你们先出去。”几人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老老实实走了出去。把上衣脱了。乔梦打了个哆嗦，脸上又急又红。
要是滚床单的话，这个时候这个地点都不合适吧？不对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宁哥难道是心理变态吗？瞎想什么呢？快点！乔梦委屈着一张脸，我不是那种人。笨蛋，脑子能不能正常点？这地方合适吗？乔梦还是有些委屈，解开了上衣，随后我画了一个近身符咒来。待符咒完成后，乔梦胸前浮现一只蛇头，正是那鬼灵蛇的样子。见我一直不说话，乔梦实在有些害怕。宁哥，到底怎么了？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坏消息是什么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应该会和孟晓一个下场，在这几天之内。乔梦双腿一软，差点坐在了地上。宁哥，那好消息呢？好消息就是我在你身边呢。乔梦心房一颤，随后抱住我不肯松手，眼泪也是不停流淌。我就知道宁哥你会救我的，宁哥，我不想死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要给你当老婆，还要给你生孩子呢。这个以后再讨论，有些事我得再确定一下。孟晓有没有交过男朋友？没听说过。孟晓学姐真的好可怜，她家里条件不好，一直都在用心学习，想闯出一番名堂来。可是确实可怜，孟晓也不过是想多赚点钱补充家用，可却落得一个死亡的下场。说完，我报了警。不一会，周正带警察到了女生宿舍楼下，见我来后也没多说，而是让手下人将孟晓的尸体带走。走，我告诉你我查到的一些事情。两人来到文昌河边，物流公司的那个女尸叫姚飞，你知道她死了多少年了吗？8年，8年啊！她的尸体竟然跟刚刚死了一模一样。怎么死的？周正指了指旁边的文昌河，道：跳河自杀。当时调查的解释就是一句学业压力太大，这件事造成的影响不小，被各方面压了下来。我之前调查了一下姚飞，她是个孤儿，出生那天在医院里被抛弃了。她学习成绩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优等，这样的人学业压力过大，有点过分了。而且他脸色凝重下来，交给了我一份档案。根据记录，姚飞的尸体应该是在当天就火化的。我怀疑当初的记录做了假，所以找到了那年太平间的负责人。逼问之后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姚飞死的当天晚上活了，穿着衣服跟正常人一样走了出去。有点意思。那个负责人害怕，不敢声张，后来找了一具尸体，火化之后冒充了姚飞的骨灰。再说说孟晓吧，20多岁，竟然跟老人一样老死了。他一家老小可还是等着他赚钱回去呢。这2件事都跟灵异事件有关，我很难着手去调查。秦宁，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，这2件事背后都应该和那个姚大师有关，把他揪出来。那是自然的。我目光放在了姚飞的生日之上，道：我想我知道那个家伙要干什么了。快说。姚飞的生辰八字是乙丑、乙卯、丁卯、乙酉，八字全阴，他是纯阴之命，命宫之中自带先天阴气。这种阴气在很多邪门歪道眼里是上好的药引子，只不过炼化先天阴气十分困难，需要借助他人命气。这么一来，物流公司里的布置也能想到了。这么说，孟晓也是因为此而死了？是也不是，这个家伙很谨慎，所以他在害怕。他炼化先天阴气，应该是要行逆天改命之事，恐七阴乱天遮不住他所作所为，上天会降下劫难阻拦他，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更好的地方。云腾大学。不错，云腾大学所占之地为天坟绝地，这个家伙应该是要借天坟绝地来完成目的。至于孟晓，姚大师以介绍工作为由，引诱他在此处点燃了3炷通阴香，引天坟煞气入体，再传播于其他学生身上。到时候只要拿到7名处女感染了天坟煞气的因缘，就足以在天罡伏魔阵上打开一道缺口。周正听完之后脸色大变，道：也就是说还会有学生被杀害？不仅仅如此，只要缺口打开，整个云腾大学都得遭殃。不过我已经找到了他下一个目标，等着引蛇出洞就好。周正听完后似乎想到了什么。那么说，姚飞当时跳河也是被这个姚大师所害吗？那姚飞在死时当天晚上活过来是什么情况？没有活过来，是控尸之术，赶尸的人有的是这种手段，不足为奇。周正见我一脸见怪不怪的，就是一阵苦笑。这种事放在外面，那都是骇人听闻，在我这倒是普普通通了。看样子我得派人看好了姚飞的尸体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姚飞的尸体被我们发现，恐怕这位姚大师也已经察觉到了。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布置了这么久，想来应该会尽快夺回姚飞的尸体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去物流公司！应急说到查明女尸身份是孤儿姚飞，担心姚大师会抢走尸体，两人迅速赶到了物流公司。来到了办公室后，几个看守的警察已经躺在地上。我窜进密室之中，姚飞的尸体如所料般不见了。再出来时，周正焦急道：快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无妨，只是迷魂而已。随后，我在几人身上接连画了几道破煞符，不多时的功夫，几人便是慢悠悠醒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手下张千峰脸上有些痛苦，道：不知道啊，在这里待得好好的，就晕了过去。我也想问发生什么事了，头好疼。没事，都只是暂时失了魂，头疼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可惜晚了一步，尸体被带走了。那盯紧了他下一个目标，这个混蛋。行了，撤了吧，剩下的事你们还是不要插手了。若有进展，我会联系你们的。回到学校，宁哥，你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瞎说什么呢？吴毅老师晚上盯紧了学校四周，有什么动静立刻通知我。老李、乔梦，你们跟我走。三人上了车。
林哥，我们去哪？先去吃饭。哦，然后呢？是不是去看电影？要不去游乐场也可以的。不，简单点，直接去开房。林哥，你好讨厌，还有别人呢。当他不存在就好了。吃了饭之后，我就在云腾大学附近开了间房，拿出一把雷击草木剑，道：“老李，晚上你任务艰巨，有没有信心完成？”师傅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把手里雷击草木剑连带着几张符递给了老李。师傅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晚上我要引蛇出洞，但是我怕对方再有诡计，所以如果我离开，你必须要保护好乔梦。这把雷击枣木剑交给你防身，这几张符可以保你不受阴邪侵扰。说完，我走向乔梦，来放点血。乔梦看着锋利的银色小刀，忙着道：“我怕疼。”乖，不疼。我懒得跟他说废话，直接拽过来手，迅速在其中指上一条。乔梦闷哼了一声，我拿着朱砂的碗接住，将鲜血和朱砂调匀了，用毛笔蘸了之后，不断在纸人上写写画画。这是干嘛啊？移花接木，你身上有天坟煞气的印记，鬼灵蛇必然会找上你。我用你的血以特殊的符咒画在纸人之上，能让鬼灵蛇误以为这纸人是你。待画完之后，我将纸人丢在一旁椅子上，随后再取了干净的朱砂和毛笔，道：“接下来要遮掩你身上的气息，不要乱动。”林哥，是不是跟上次一样？我要画好看一点。不难看。乔梦傻傻一笑，但很快脸上又有些惊恐了。他手指向窗户的位置，哆嗦道：“林哥，有蛇！”我瞧了一眼，正看到一条蛇从窗户处爬了进来。它要比上次在物流公司见到的那只鬼灵蛇大上许多。我不慌不忙道：“不要管它，它不会找你的。”那鬼灵蛇猩红的双眼中多了一抹疑惑，因为它察觉到屋内有2个目标，一时间在这窗户口盘了起来，似乎在辨认。而我这边刚画完，那鬼灵蛇动了，如黑色闪电一般就缠住了椅子上的纸人。乔梦差点叫出声来，但被我捂住了嘴巴。这鬼灵蛇身躯缠住了纸人，一动不动。等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纸人身上的鲜红符咒迅速淡化，鬼灵蛇也是迅速向窗外爬去。林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在房间里等我回来。我害怕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追着我太危险了。老李，守好了这间房子，不可让任何人再进来。如果碰到不对劲的地方，就握紧了我之前给你的符咒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等确定没什么问题后，我拿着一个罗盘追了出去。1个多小时后，我顺着罗盘指针方向来到了一家祖宅。宅子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拿着银色小刀，警惕地望着四周。正走到院子中央时，忽然一阵嘶嘶声传来，我身子瞬间紧绷，手里的小刀向了一处划去。只见一条黑影被斩成2截，落地后发现是一条细小的鬼灵蛇。再瞧向四周，发现一条鬼灵蛇不断在黑暗中爬了出来，其中的一条竟是龙蟒一般。它们的速度很快，吓得我喉咙咬去。我手里小刀进了挥砍，将那一条鬼灵蛇斩杀。而也就是这时候，那巨大鬼灵蛇动了，它大嘴一张，我迅速跳到它栖身位置，用力吸头，巨大的鬼灵蛇瞬间化成烟雾。不愧是天象门的传人，很不错。你就是姚大师？不错，我就是姚大师，你很不错。我精心布置的局差点被你给毁了，不愧是那个老瞎子的徒弟。认识我师傅？不错，我和他可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打住，你先掂量掂量自己，再说跟他有没有仇好不好？跟那个老瞎子一样狂妄。等我练成了先天阴阳法身，我必先杀了你，再去找那老瞎子报仇雪恨。哦，原来是你要靠先天阴气来练法身，你残害无辜，夺他人命气，可是天理不容。天理可笑，等我练成法身，什么天理还能不容我？你当真以为那靠着天坟绝地就能遮掩天机？少跟我玩这一套，老瞎子的手段而已，吓唬谁呢？你和我师傅什么仇，什么怨？老瞎子杀我妻儿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不可能，我师傅不可能对妇女和孩子动手，除非是你妻子和儿子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，那这可不能怪他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你们作死。还真是天象门的作风，果然让人厌恶的很呢。那你厌恶的可多了，你为非作歹，残害他人，也该付出代价了。上级说道，鬼灵蛇追踪到姚大师。天象门还真是自大，不过你有时间拦着我，那就要看你还有没有时间去救他了。屋门打开，却见姚飞走了出来，而我向屋内看去，却见唐元化中盘膝而坐，脸上满是愤怒之色，似乎在忍耐着什么。我接住一抓，却发现他体内煞气冲天，随时都会有殒命的危机。象门中人都不知道死活，秦明，待我练成法身之后，我必然取你项上人头。说完，我一跃而出，我想追出去的，但是唐元化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，我只好先行放弃，跑进了屋内，却闻到一股子血腥味。我向一旁看去，却见5具女尸一字排开，如梦晓一般的死法。这5具女尸均是苍老无比。混蛋！而这时，唐元化努力地睁开双眼，别管我，快去追！去个屁！当下我拿出符咒。太上白星，应变无敌，驱邪附魅，保命防身，玄天法翼，听吾之令。随着咒语念完，我直接将符咒贴在了唐元化脸上。他吐出来一堆腥臭液体，等感觉稍微好了一些后，他道：“你不该救我，而是该拦着他的。”少废话，你怎么回事？
前不久的时候，我朋友家中出了点事，通过暗中调查找到一家物流公司，发现这个姚广在炼化纯阴之体，有心想阻挠，但非是他对手。唐元化曾经也学过相术，只是道行不高。不是对手，你还硬刚？这个姚广是什么来头？打听过吗？姚广是西楼余孽。西楼100年前被灭门的那家。不错，西楼曾属象门流派之一，多以古西域奇术为主。100年前，西楼和一些国外势力相互勾结，残害象门弟子，掠夺各家各派的玄术，险些给象门带来灭顶之灾。后来是象门众多高手联合道门之援，杀上西楼，方才除去祸患。当然，大鱼全部杀了，小鱼小虾的跑上几只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而姚广便是当初逃过一劫的西楼弟子后辈，在30年前碰到了下山游历的老瞎子，姚广不长眼的惹上了老瞎子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被收拾了个底朝天。本来老瞎子没打算要了姚广的命，只带回象门审判，可是姚广的妻子和儿子也是心狠手辣之辈，抓了几个普通人来威胁老瞎子放人，老瞎子必然不会同意。结果这姚广的妻子和儿子竟然直接杀了2个普通人，这可惹火了老瞎子，直接将其2人打杀。姚广悲痛欲绝，伤了几个象门的弟子跑了，然后再无踪影。没想到等他再出来时，竟然布下了这么个伤天害理之局。何止是伤天害理，他是要用处女姻缘打开天罡伏魔阵，引用天坟绝地的煞气来遮掩天机。唐元化听后脸色顿时惊变。天坟绝地就在云腾大学，我本以为他会残害云腾大学的学生，没想到他竟然在外面又害了5个女子。之前也有人受害，想来他所有条件已经成熟，只是不知道他手里还有什么底牌。我们必须要阻拦他，一旦他真的炼化了先天阴气，届时必然实力大涨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点了点头，又看了一眼那5具尸体，道：我报警，你念1遍渡人经。周正在接到电话之后，没多久就带人来到了这里。进入屋内，瞧见那5具尸体后，却是脸色惊怒不已。周正略有焦急，沉声道：秦宁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引蛇出洞吗？为什么还会有人死？我们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受害，实在抱歉。周正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害人永远要比救人简单得多。那个家伙呢？跑了。还能再找到他吗？自然可以，这个家伙必然会去云腾大学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守株待兔。周队长，这里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先撤了。去吧，抓到那个家伙，替我狠狠揍他一顿。我会让你亲自动手揍一顿的。姚广所作所为已经惹恼了我，6个女人几乎就是在我眼皮子底下受害，尤其是孟晓，因为一时不察被姚广夺了性命，这让我很愧疚。这次我非得亲手宰了这个混蛋不可。回到酒店的时候，天已经微微亮。宁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抓到那个坏蛋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不过人跑了。走吧，先回学校。秦宁，昨晚大3的2个女学生在后山失踪了，我觉得是后山那群工人干的。后山有工地？对啊，有人想在后山山顶建一座庙，所以这段时间一直有工人在施工。走，去后山。待到了后山山脚下，一个欣喜的声音在背后传来：秦宁，你在这里就太好了，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怎么了？张全峰面色有些惊慌的看了一眼山上。刚才我们想上山搜山，可明明就顺着山道上去的，但是没一会儿就到了山脚下，邪了门了。是奇门的迷踪大阵，你们上不了山也正常。那怎么上山？此时原本艳阳高照的天变得阴沉沉的，而在山上则是弥漫起诡异的雾气。我拿出随身的罗盘，但见罗盘指针一阵乱晃，风水大乱，姚广一定在上面。不过先下山，这些雾气有些古怪。到了山脚下，再回头时，整座大山都被雾气弥漫着，根本就看不清里面什么情况。山上还有人吗？一旁工地负责人急忙答道：还有20多人。我拿出一些符咒交给了张天峰，你带人在这里守着，一旦有人出来，立刻放倒。如果出来的人不正常，把符往对方身上招呼。放心，老李和老赵在另一个出口处守着，知道怎么做吧？师傅放心，保准没一个漏网之鱼。宁哥，那我们呢？你俩守在这里喊666就行了。对，闺女，你就守在这里。老唐，走着。踏入上山的小道，刚走了几步，几个黑影从石头后窜了出来，速度很快。走近后，发现是3个人，他们此时面目凶狠，浑身上下冒着黑气，显然是被邪煞冲昏了意志。我迅速将符咒贴在了他们身上，这3个家伙身子一软，直接倒地不起。正解决了3人，山顶之上忽然传来了一阵阵鬼哭狼嚎之音，同时还有钟声不断夹杂其中，这钟声当当不停，让人心神晃荡。唐文化死死地咬着牙，脸上浮现了一抹挣扎之色，这次迅速掏出了几张破煞符和静心符贴在了他的身上。丧魂中，姚广怕是知道我们来了，他肯定知道了，小心一些，这里的天坟煞气越来越重，千万不要被冲昏了心智。我知道。而随着再度前进，一阵嘶嘶声传来，看过去是一条条鬼灵蛇正在逼近。蛇也是被斩成了2截，此时山上鬼哭之声更加大了。我们2人边防御这群鬼灵蛇，边是向着山顶杀去。到了山顶寺庙前，天坟煞已经被引了出来，这里面有3张引雷符，已布置在正位，3张斩煞符布置在前位。等布置好了之后，八卦镜倒挂在寺庙门口。唐元华知道这是我要把天坟煞气斩断，但他也是颇有担忧，道：天坟绝地太过凶狠，我们恐怕难以阻挡。唐元华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天坟绝地可是大凶，单几张斩煞符
引雷符还有一个次火八卦镜，想要斩断其煞气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是这些符和八卦镜在风水灵学滋养个数十年。放心吧，我早有布置，你就按命令行事。我明白了，你要小心。我也不再多言，迅速进了寺庙之中。寺庙里的煞气要比外面还要浓郁许多，我也不敢大意，体内导气术接连运转，保证自己不被煞气侵扰。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来了，你人呢？那姚广出现在高塔下方，他脚下画着密密麻麻的血色符咒，阴气很盛，是用那7个处女的姻缘所布置，也是打开天罡伏魔阵的关键。后山是天罡伏魔阵薄弱的地方，也是合适打开缺口的位置。而在其身旁，姚飞的尸体摆在那里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。待我炼化了先天阴气，并先杀了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祭我妻儿在天之灵。我来了，还能让你成功？你觉得我猜不到你来是吗？那倒不至于，你又不是傻子，能躲过相门这么多年的追杀，多少还是有点脑子的。但是我来了，你就别想成功。忽然一群人走了出来，上级说道：我们穿过迷踪大阵，来到山顶，找到姚广。忽然一个个人走了出来，发现有20余人，均是施工的工人，只不过他们眼神呆滞，面色狰狞，和之前对付的那3个人一样，都是受到了天坟煞气的影响，饿了心智。凭这些个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是吗？我已经用秘术将阴煞和他们的命气交融，除了我之外无人可解。你若要除掉他们身上的煞气，必然是要了他们的命。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天相门弟子会不会杀无辜之人。够狠的呀！说罢，他嘴中一阵嘀咕，紧随后这20多口子人疯狂地向我扑来，而我是高高跃起，一脚踢了其中一人，但是这人也只是晃了晃脖子，随后低吼了一声，继续向我冲来。姚广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姚飞，8年了，我整整筹备了8年，如今先天阴气终于可以归我所有，我的仇终于可以报了。随后他在姚飞的身上画下了密密麻麻的符咒，只很快，这姚飞身上的阴气更是大涨。多么美妙的味道！如今全都是我的，我的。他一手按在了姚飞腹部，脸上变得凝重无比。只见姚飞身上那刚刚画下的符咒在闪烁着妖艳的红芒，一缕缕先天阴气不断走入姚广的体内。喂，爽不爽？姚广脸色顿时一僵，随后不可置信地回过头来，却发现我正笑眯眯地看着他。而那20多个被控制的工人，此时却是被一根绳子拴住了。这群家伙被煞气占了心智，智商也高不到哪里去，压根就不知道解开绳子。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扰乱了天机，不可能有人能再阻止我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以为你借助天坟煞气扰乱天机，就能一切顺利进行？这些煞气可不会因为你把他们放出来就感激你。亏你还学了这么多年的风水玄术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好，那我就先杀了你。他刚刚说完，四周弥漫着的天坟煞气忽然一顿，随后开始如潮水般不断退去。这不可能！我明明打开了缺口，这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你昨天晚上窃取的处女姻缘是假的，移花接木而已。抱歉，这个手法我很熟，就是我师傅来都不一定能分辨出真假。草菅人命很好玩是吗？要说草菅人命，你们天相门又差到哪里去？我妻儿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残害他人，死有余辜。姚广双眼顿时红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有什么动作，我双手一用力便将其砸在了地上。别不服气，就你身上背负的罪孽，我打死你都应该。你不敢杀我，你杀了我，这些人都别想活。煞气、命气借不出阴阳二气，阴煞阳命融汇，就这手段，我13岁的时候都已经不屑去玩了。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，这次你休想再逃。我跟你拼了！我已经失去了耐心，双拳接连砸去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姚广就已经挨了50多拳，四肢断裂，面目全非。姚广躺在地上，他嘴巴里鲜血不断冒出来。救我！救我！下去陪你妻儿吧。天赦！我诅咒你！再看去，他已经没了声息。我走到了姚飞的尸体面前，叹了口气道：你太苦了。姚广诱惑你父母将你抛弃，又在你20余岁后将你杀害，在你体内炼化先天阴气。如果真有轮回，希望你已经投胎一个好的人家。我盘膝坐到了一旁，念得多人精。这时唐元化走来，他完成了我的布置，接到了唐元化的通知。李老道一伙人也是急匆匆而来。随着经文声传来，那20多个命气被天坟煞气所染的工人，此时也一个个的倒在了地上。是完成了，他就是罪魁祸首了。你们将尸体带回去吧，毕竟也要给他们家人一个交代。我明白，这些工人没事吧？命气被染，我刚才也只是大致清理他们体内煞气，不过已经没有生命危险。稍后我给他们画一道符，调养7天之后自然无碍。那就好。老李，你去买棺材和墓地，把姚飞下葬吧。8年了，他也该入土为安了。恶势力成功垮台，很符合自然规律，解决了姚广引起的一系列麻烦。我正是心头舒畅之际，所以这2天闭门不见客，一直在修炼道气术。师傅，快来芙蓉园，这边有人找你。
柳姓村一连串的神秘失踪事件打破了这个村子的宁静。2个失踪的孩子牵动着全村人的心。村长周怀带着2个胆大的村民上山搜查。然而，在山沟子里，他们发现了2只白骨，大小和失踪的孩子一样，旁边还有孩子的衣物。带回去后，孩子的家长们悲痛欲绝，本以为孩子被狼吃了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又一个孩子失踪了。结果第2天，孩子也成了白花花的骨头。这可吓坏了柳姓村的村民们。于是村长周怀凑了1万块钱，恳请我出手相助。一行人来到柳姓村，带我们去上一家受害者家里。哎，好。陈家媳妇开门了。来了。村长，您咋来了？这些人，我请来的高人，人家过来要看看。几人走进了院子，一栋棺材放在那里。我走上前去，看着棺材，道：“能打开让我瞧瞧吗？”陈家嫂子很是为难，毕竟这棺材都合上了，再打开太不吉利。一旁周怀道：“陈家嫂子，这大事不管怎么样，也是给孩子来伸冤的，看看吧。”哎，好吧。棺材打开，里面正是一具白花花的尸骨，应当是10岁左右的年纪，是一夜之间变成尸骨的。看着自家儿子的尸骨，陈家嫂子又是垂泪不止，抽泣道：“那天晚上我去他2大娘家串门，就1个小时，谁知道回来就这样了。我苦命的孩子，你让妈怎么活呀？”孩子死时在哪个屋？就在里屋。我直接去了里屋，刚刚进去，李老道就是打了个哆嗦。师傅，怎么冷飕飕的？孩子出事之后，屋里就这么冷吗？对。我点了点头，随后在兜里掏出一张驱煞符来，只随手一晃，黄符瞬间冒出一团火焰。待燃尽后，屋内的冷意如潮水般散去。周怀见此激动不已：“秦大师，你可得救救我们村！您大慈大悲呀！”我们既然来了，自然是要解决的，不然岂不是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？随后，我们接连去了几个受害者家中，均是这种情况。之后返回了周怀家中。以前有这种事情发生过吗？从没有，老人那辈里都没听说过。这样，你去取点孩子的血来，要男孩的。周怀没有再迟疑，急忙而去。师傅，这是玄乎了，1个小时，好好的孩子成为了白骨，这难不成真是什么山精鬼怪？我还没听说山精鬼怪这么吃人的。4个受害者，骨骼保持10分完整，没有受伤迹象，什么山精鬼怪的，能吃得这么讲究？那是人为的。晚上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正聊着呢，周怀端着一杯子血走了进来，然后我把朱砂和血巧拌在了一起。孩子的生辰八字，周怀忙是把刚才取血的小孩的生辰说了出来。我在纸人背后写上后，准备点吃的，等晚上见真章。这是打算引蛇入洞？想知道？晚上你守着。小师傅，我这一点经验没有，再坏了您的大。我觉得你得让师兄陪着我一起。拉着我干什么？我晚上要好好休息，等着明天降妖除魔呢。老李，你也陪着守夜。老三，晚上想打架就跟我们一起。没问题啊。到了晚上，老周安排一个空院子，晚上我们要用。没问题。不多时就找了一家没人居住的房子。我进去后，将纸人摆在了里屋床上，看向李老道3人。你们3个把符贴在身上，可以遮掩你们身上的人气。晚上躲在外面，给我仔细注意这里的情况。一旦有风吹草动，立刻进来查看，但是不要莽撞。若有意外，立刻回老周家。好的，那师傅您呢？废话，我睡觉。今天奔波了大半天了，困都困死我了。我已经让我家婆娘收拾好房间了。李老道3人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开。他也好意思说自己困，咱俩一把年纪了都没说困，什么师傅也不知道体谅年纪大的。你也好意思说？你没事拉着我干什么？别吵了，去旁边的牛棚里躲起来。也不知道躲了多久，李老道和赵平差点就要躺在地上睡觉的时候，常三忽然耳朵一动，低声道：“有动静。”2人顿时来了精神，只听屋里面传来一阵淅淅沥沥的声音。这下的2人纷纷将武器给掏了出来。老三，你胆子大，要不你进去瞧瞧？别当我傻，要去一起去。没问题。3人轻手轻脚地走向屋子，待到了屋门口时，再看身后，却发现李老道和赵平这俩混蛋竟然退到了院子里。常三走了进去，却看见一只手臂大小的蜈蚣正绕着纸人不断游走。哎呦我去！而这时候，那蜈蚣猛然向过来，常三迅速冲了出去，关上屋门。里面啥情况？常三刚想开口，屋里传来一阵淅淅沥沥的声响，他想也不想，就退了一战有余。李老道和赵平也是急忙跟上，再看向门口，却瞧见手臂大小的蜈蚣迅速爬了出来。李老道看到后，就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哪来的这么大的蜈蚣？老三傻。火车苗只是红拳，怎么上？要是有把枪，我早毙了这玩意了。他刚说完，赵平把桃木剑给递了上来，我借给你用。常三这会冷静下来，虽然这蜈蚣诡异了点，但也不至于怕得要命，握紧了手中桃木剑。他向前一步，而那蜈蚣却是不禁反腿，似乎有几分的惧怕。嘿，这畜生怕了。常三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手里桃木剑向前晃了晃，这蜈蚣更是接连后退。常三大喜，他怕的是桃木剑。李老道一听，掏出了随身携带的通灵印，向前一站，那蜈蚣又退了几步。原来怕这玩意，那怕他个鸟！老三，剑给我，我来宰了这孽畜！对这2个赤裸裸抢功劳的家伙，
常三很想破口大骂，但很快又是手持桃木剑杀了过去。桃木剑劈在了这蜈蚣身上，蜈蚣身体冒出一团团黑烟，随后迅速冲进了内。这咋办？通知师傅啊！这破地方手机连信号都没有。高兴腾一连串的神秘失踪事件打破了这个村子的宁静。2个失踪的孩子牵动着全村人的心。这时，周怀带着几个人，手里提着桶，急匆匆而来。你咋来了？我师傅呢？大师让我们来帮忙，他说有事要去处理。你们抬着什么？油。随后，常三直接拿过村民手里的油桶，一股脑的就冲了上去。周怀拿过一个火把就扔了过去，便瞬间燃烧。蜈蚣在大火中不断挣扎，但很快却是传出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，所有人都痛得头皮发麻，好生相近。烟也在火焰中冒出，伴随着腥臭的味道。喂，你们不觉得臭吗？周怀几人恍若未闻，李老道皱了皱眉，拉了拉前面一个村民，村民忽然转身，直接就将李老道扑倒在地，张着血盆大嘴就要撕咬李老道的脖子。李老道吓得胆汁都快出来了，急忙按住了这厮的脑袋，大声喊道：“发疯了，快救啊！”赵平急忙躲开，却被追得满院子跑，倒是常三干脆多了。周怀冲过来后，直接一脚把周怀给踹出去3、4米。老三，救我！常三直接将他身上的村民给提了出去。李老道看着发疯的周怀等人道：“这啥情况？怎么都忽然发疯了？”我哪知道，要不都杀了？疯了你！周怀现在是咱东家，哪有杀东家的？你要是敢杀了他，回头师傅不扒了你的皮。而随着那边火势渐渐熄灭，这几人也是悠悠转醒，只是却感觉浑身酸痛无比。周怀站起来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被恶鬼上了身。目前情况已经很明朗，是这些畜生作孽，害了几个孩子。不过想来幕后有人指使，我师傅已经去追击真正的凶手。而也正如李老道所说，我此时在山林中发现了一个洞穴，山洞里漆黑的一片，山洞深处是一个巨大山窟，四周燃烧着火把，在墙壁上一道道血红色符文看起来很瘆人，而在中央处却是一栋棺材。我走上前去，正要观察一番，忽然拿着斧头劈了过来，我一脚踹在了他身上，随后我将那棺材盖子掀开。不要！棺材里是一具女尸，尚且保存完整，看起来应该是20多岁的年纪。谁交给你的？残害孩童，以血肉精华饲养尸体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滚开！你嘴巴还挺硬。滚！马上就成功了，我妹妹马上就要复活了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拦着我？滚开！复活，人死如灯灭，乃天地法则，哪有复活重生之说？被人骗了，还给人家数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么做不仅不能让他复活，还要让他死不瞑目。你这是养阴尸。阴尸术是禁忌法门，一旦发现绝不姑息，我火气自然是不小的。你自然没这个本事。说，是谁告诉你的？这男子嘴巴很硬，只是怨毒的看着我。我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，指着棺材中的女人道：“这是你妹妹是吧？你可真是个好哥哥啊！竟然把自己亲妹妹养成阴尸，知不知道？一旦阴尸养成，你妹妹就彻底成为傀儡，到时候为别人承担天谴，背负无数因果，死不瞑目。”不可能！少在这里骗我！我妹妹马上就复活了，是你害死我妹妹！冥顽不灵！你以为你是谁？神仙下凡，人死不能复生。3岁孩子都懂这个道理，就你一个屁都不知道的废物，也想逆天？我刚说完，那棺材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异动，这养尸男子急忙来到了棺材前，激动地喊道：“妹妹，是不是你？我就知道你可以活过来的，我就知道。”女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，脸上苍白的一片，双眼无神地望着前方。男子却是更加激动：“妹妹，哥哥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你终于活了，太好了！”下一秒，他妹妹身上煞气涌动，一张嘴竟然是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，随后在了男子身上，血盆大嘴直接在男子肩膀上留下了一块肉。一把将男子给扔到了一旁，手中拿着金钱剑直接刺在了女人的喉咙上。这阴尸不断冒出腥臭黑烟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男子这会儿爬了过来，扶着自己的妹妹的尸体，就是一阵仰天哭嚎。我给你时间，把你妹妹尸体火化安葬，随后跟我回去领罚，是生是死看柳姓村村民的意思，也算是处理你妹妹身上的无辜冤孽。谢谢。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，他3个月前找上我的，教给了我这些手段，其他的我也不清楚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他教的人不止我一个。走吧。处理完尸体后，天已经大亮，回到柳姓村。大师，您昨晚去哪了？你可担心死我们了。他是幕后凶手，现在交给你们处置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我们村孩子？为什么？我自作孽。你还我家孩子命来！陈家嫂子提着铁钉就砸在了他的脑袋上，顿时头破血流。其他丧子的3家也是纷纷冲上前来。下手可真够狠的。狠吗？相比于他杀了的4个孩子，这一点又算得了什么？老周，他死了没？差不多了吧。行了，让他们住手吧，回去收拾收拾。明天是吉时，必须要发丧了。4个孩子尸骨不是小事，不然的话，非得闹鬼不成。我们几人刚回到村长家，陈家嫂子就提着一筐土鸡蛋来了。进屋后，抹着泪就道：“大师，这是我们家一点诚意，您收着吧。”千万别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大师，您收下吧，要不是您，我们家娃那就是死不瞑目啊。师傅，收着吧，人家心意。
我听此也只好收了下来。此时，周怀拿着一个盒子走了过来。不瞒大师，我们家祖上也出过一位风水先生，这罗盘就是我们家那位祖宗的随身罗盘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就送给大师了。既然是家传之物，还是算了吧。大师，您还是拿着吧，您就收了我100块钱挂金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盛情难却，我还是收了下来。我们几人收拾了一番，下午发完丧后，便是启程返航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正来到芙蓉园。秦明，我们在别墅发现一具女尸，死得很诡异，你过去帮忙看看，死得有点惨。那贵妇此时一丝不挂地躺在浴缸中，浑身伤口纵横交错，有的已经深可见骨，很残忍。蔡香，李老道，你认识蔡香？不熟，跟他约过一次。几人顿时鄙视不已，而我则是运转脑气术，只见在那白布之上，一个诡异的图案，看起来很瘆人，鲜血组成的图案，如嗜血的骷髅头一般。这是什么图案？你知道？拘魂术，但此术很歹毒，用以掠夺活人体内先天精气。周正脸色立刻凝重下来。如果杀了蔡香的人精通阴阳玄术，那这件案子怕是难以应对了。能推测到动手的是什么人吗？推测出是谁动的手还有点难度，调查一下蔡香是不是接触过阴阳先生，而且我想幕后凶手应该不止对他一个人下手。我刚说完，张千峰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。周队，麻烦了。怎么了？又有人死了，死状和蔡香一样。带我们去瞧瞧。一行人迅速开着车，一路直奔另一个死者而去。等到了地点后，发现死者同样是个女的，看起来差不多30岁左右的少妇。而在死者家中有个脸色虚白，一看就是纵欲过度，而且先天肾精被夺的男子。周正看了一眼死者身上伤痕图案，和蔡香的一模一样。你和死者什么关系？实话实说。我和他网上认识的，不是很熟。周正又询问了一些其他问题，这男子倒也没敢说谎，他和死者是网上认识的，死者是因为老公常年不在家，寂寞难耐。有什么看法？对方的目标范围太广，寂寞难耐的家庭妇女，这种妇女在云腾市没1万也有8000，现在只能你们去查一查，他们死前和什么诡异的人有过接触了。行吧，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。我带着老李先行离开了，找到了赵平一伙人，几人在赵德柱的杂志店汇合了。李老道有些焦急，师傅，是不是那凶手把我的先天肾精给抢走了？应该是。这人是不是肾不行？抢别人的肾精干什么？自己没有吗？真保不准。是不是找不回来，我就一辈子都这样了？7天之内还是可以的，如果过了7天再找不回来，那只能再看你的造化了。如果碰到什么大补的天才地宝，补充肾精倒也不是难事。赵德柱叹了口气，拍了拍老李的肩膀：“老李，开房需谨慎，记住这个教训吧，以后别老想着给妇女开光，不道德。”李老道咬牙切齿：“别人说我就算了，你特喵敢说自己没干过这事？我现在不敢了。行了，先回去吧，等明天再说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周正来到芙蓉园。今天早上又死了一个。也是出轨的妇女。不错，男方跟老李一样，也是肾出现了问题。看来对方的目标很简单，都是耐不住寂寞出轨的女人，利用她们来夺取男人体内的先天肾精。有没有调查3个死者生前联系过什么人吗？调查了，但是对方显然早就意识到了这点。我们调查了一晚上，也没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所以想来你这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对方如果真的要藏的话，很难找到。再等等吧，看看对方会不会露出马脚。我怕再等下去还会有人被害，要不引蛇出洞。哦，好主意呀！找个寂寞少妇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的勾引他出轨，到时候再严密监控。为什么在你嘴里说出来？我觉得很不地道。谁说出来都一样，反正想赶紧解决此事，这方法算是快的了，总好过守株待兔。我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这馊主意周正断然是不想用的，所以说完后就匆匆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李老道却是鄙视道：“我呸！什么想想其他办法？一句话不多说，这不明摆着就让咱用吗？师傅，你觉得这办法怎么样？”办法倒是可以，问题是谁去勾引？我年纪大了，我想但是没那个能力。这理由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，几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常三的身上。常三顿时脸一白，要说让他去杀个人，他二话不说敢提枪上阵。可是冒着肾精被夺的风险去勾搭寂寞女人，这操作自己玩不来啊！老三，为了社会和平，凭什么？你肾精被夺，关我屁事？这单单只是我肾的问题吗？你看看受害人多少了？师傅是天相门弟子，那都是大人在身。除魔未到，你不贡献点力量，你说得过去吗？常三发现自己是说不过李老道的，老菊花的嘴皮子是练了几十年练出来的，他断然比不上，脑子一阵急转。我也不合适啊，我长得又不帅，老师帅。我的确帅，但是这件事还得交给你来做。常三欲哭无泪，知道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了，那得找个好看的，不好看的我没兴趣。李老道拿出手机晃了晃，你放心，保证你满意。好了，常三一脸慷慨赴死的表情，我去了，赶紧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师傅，老三来消息了。大白天就敢出来害人，真是胆大包天，抄家伙，准备干活了。此时我带着李老道和赵平迅速来到常三所报告的地点，一栋豪华别墅之中。别墅花园里此时正躺着不少人，李老道先检查了一番，都还活着，只不过全晕死过去了。我走上前去，但见此人胸口处却是有着一个黑色符文。
忘魂，一种可以混乱记忆的特殊药品，不过需要以入梦咒作为辅佐，一旦中招，将会陷入梦境之中，辨不清真假。老三不会遇到危险吧？他刚刚问完，别墅内忽然传来一声响，却见常三滚了出来。这家伙面色惨白的一片，嘴角渗着鲜血。喂，没事吧？怎么才来？我差点被人给干翻了。进去，而且也是简单上，只是他们进去后却没看到我的踪影，只是感觉光线暗了下来。明明是大白天，但却给人昏沉沉的感觉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师傅。下一秒，忽然一个身影从一旁房间里倒飞了出来，正落在几人面前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老菊花哭得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赵平擦了擦眼泪，我说师兄，你能不能不要哭得这么假？你再这么哭下去，我们就真的信了。很假吗？略显浮夸。这就是师傅说的忘魂术。可是忘魂术的话，太假了点吧？刚才师傅说了，忘魂术需要入梦咒和特殊药品相配合才行。我们想来只是中了入梦咒，故所以不会很真实。当务之急，我们是想办法赶紧离开这鬼地方。我总觉得有点不正常。我一进屋就瞧见躺在地上昏睡过去的3个家伙，无奈摇了摇头，警惕性太低了。我也没打算把这几个家伙叫醒，就当是一个教训吧。随后走到了一旁主卧中，正看到有2人在屋里，其中一个女人躺在床上，胸前也有黑色符文浮现，而另一人则是站在床边念念有词。你竟然……这黑袍男子声音冷森，语气带着几分惊讶。你想说入梦咒？不错的手段，不过也就是不错而已。问你个问题可以吗？当然。你肾不行，为什么要借助这些女人来强取先天圣经？说实话，我并不是鄙视你，我只是十分好奇，你得肾虚到什么地步才会出如此下策？找死！哼，草菅人命，你可知罪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管我们的事，你还真是活腻了。就凭你！男子阴冷一笑，一只蜈蚣从他身上钻出来，慢慢的逼近我。这是我得意的杰作，只要被他咬上一下，你就会浑身溃烂而死。小子，我一定让你痛不欲生。我拿出金钱剑来，法器。黑袍男子看到我手中金钱剑后，顿时双眼放光。我的，你也太自信了点。你已经中了我下的毒，在我眼里跟死人没什么区别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用很残忍的手段来招待你，让你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没中毒，你竟然没事，这不可能！别管可能不可能，告诉我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去死吧！随着他一手，地上的蜈蚣冲着我脚就是扑去，直接将这蜈蚣踢飞了出去，随后一拳将男子放倒在地。说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黑袍男子趴在地上，嘴上却是念念有词，念叨着稀奇古怪的文字。而那只被踢出去的蜈蚣此时晃动着身躯，随后又是冲着我爬来，拿出金神剑，直接劈蜈蚣身上，瞬间化成黑气。黑袍男子瞪大了眼睛，不可能，他应该死了的，不可能！别那么多事了，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但是这黑袍男子嘴里只是不断呢喃着不可能。当我不耐烦的时候，却发现这货死了，没有了半点声息，还真是让人不省心啊。随后在黑袍男子身上翻出几张符咒，正是离老道几个悲剧家伙的先天圣经之气。我将符咒收起来，带到门口时，那4个家伙一个个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。快起来，打电话通知周正。接到电话后，周正那边火急火燎赶过来。怎么样？死了，尸体在房间里面，不是我杀的，他应该是气死的，或者是吓死的。确定凶手就是他了？可以确定，不过他应该还有同伙，而且同伙人不少。你好好调查调查他的身份，查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立刻通知我。我知道的。